我本他香客，无意成仙，该下山了。深山修道20年，师傅让宋游下山去见识妖魔鬼怪，人生百态，去寻访名山大川传说中的仙，说那才是真正的修行。没有想到走遍大江南北，殊不知仙人竟是他自己。宋游停下脚步，往后看去，走了半天，早已看不见那座熟悉的山，熟悉的道观了。宋游依然凝望着，神情宁静。昨日与师傅相谈，今早便收拾好了行李，辞别师傅。可是又该去哪里呢？师傅没告诉他，他也不知道。没有几步，就踏上了翠云廊。宋游细细感受着这条古道，时而锣铃叮当响，有商队从他身边经过。不知走了多久，前方浓积云的云底已变得越来越暗。当宋游站定抬头时，只见雨水倾斜而下，刹那间连接了天与地。宋游稍作迟疑，选择了折回。身后1里之处有一亭舍，分左右2座，不知哪朝所设。宋游不慌不忙地选了一座顶棚较好的亭舍。风息火起，火堆燃烧出噼啪的声音，温度传到了宋游身上。看着外面的雨，宋游有时他会想一想未来的游历规划。自来到这个世界起，他就在道观中与师傅相依长大，离开的次数挺多，走过的地方却有限。不知多久，隐约有提声得，走不拢了，应该过了那一段了。前面有个亭子，今晚在这里将就一晚吧。怕是再走一段哦，前面没得遮雨的地方了。前头有人。一行人进了另一座亭舍，亭舍不大，马罗皮士留在外面淋雨。过了好一会，终于有一人走了过来。小先生有礼，这柴是你急的，这一夜怕用不完，可否卖我们一些衣服润了，想烤火取暖。不是我急的，我来时就有，各位如有需求，任意取用。便不客气了。这一行人都是茶商，本来今天的目的地是前方30里处的底店，一种方便商人的住所。奈何中途大雨，有人的货物不知什么原因防水出了问题，怕茶叶浸润，于是找了个地方避雨。可偏偏那一段路最近闹雾鬼。雾鬼，这是一种山野常见的鬼怪，即在雾中出没，本是低弱者靠雾掩盖身形，往往靠恐吓来害人。道行高的则能喷吐雾气笼罩，一处在雾中袭击行人。不知不觉雨停了，只是这雾似乎有些太浓了。大家不要怕，人越怕他越凶。说得对，鬼也怕人。加柴，火烧大点。没得柴了，我去借些柴来。师兄，我和你一路。不妨事，师弟你在此守着，护着各位东家。要是中间遇到鬼，爷爷一刀便把他宰了。陈公当信。区小鬼，去就回。不多时，一道身影自雾中走出，正是那陈姓镖师。不好，旁边那小先生昏过去了，快来个人帮我一起去抬他一下。我等也只是从此路过，赚些辛苦钱，并未搅扰足下。若足下愿就此离去，我等返回之时还走这里，届时定为阁下带些猪羊香出来，算作答谢。你说什么？快来这边抬人呀！足下，这声音学得不像。大约又过了弹指一挥的功夫，才又有一道身影从雾中走出。怎的？发生什么事了？刚那雾鬼扮作是你，想哄我们出去。可有人去了？他学得不像。那位小先生那边，他可发现了异常，可有被吓着？你去借柴，他可有不情愿？多的我也没在意，但我一去说借柴，那小先生立马就同意了，还让我都抱走。你可向他说明了情况？可有请那位小先生过来？我告诉他这边闹鬼，说咱们货多，不方便搬到那边去，与他一起，叫他过来，他却只叫我把柴都抱走。这雾鬼完全可以等到我们柴火用尽。刚一想到这个念头，又是一阵阴风吹来。惊恐之间，众人看见浓雾中似有人影在走动，又看见不远处有另一团火光，在浓雾中透着模糊的黄。那边的火竟然没有熄灭。到那边去。各位，今夜就在此休息吧，莫急，等雨停了，我就来找你。先生，听传闻说这段路上这雾鬼可不好收拾，他在这里作乱几月有余，此前南华县衙请了庙里的高人来，也没能将此事办了。这大雨过后起了山雾，又正好给雾鬼行了方便。是啊，而且天黑路滑。要不先生等到明天天亮之后，换个晴天再去寻他。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大多数人都想劝说宋游别去。宋游直接站起身来，从火堆里抽了一根木柴，便在客商镖师们注视下独自走入了大雾之中。很快，声音戛然而止，不知过了多久，近处又有了动静。众人都伸长了脖子，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雾中，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夜还长，各位早些歇息。天刚蒙蒙亮时，宋由就醒了。我们吴山茶商在义都有铺子，就在西城，打听吴山茶铺就行。先生到了义都，若有用得到的地方，不管是想找个带路的，还是办点什么事，请尽管来找我们。慢，先生别过。宋由抬头望天，小声喃喃一句，也背上行囊，继续出发了。大燕商品经济发达，为历朝之最。翠云廊作为交通要道，沿途茶铺逆旅是少不了，尤以茶铺最多。店家，此地距离义都还有多远？将近400里，须经4县。400里，据宋由自行感觉，大燕的1里没有前世的1里长，大概400米。前边可有旅店？往义都走，最近的车马店有60里，脚程好能赶得上。不过路上有2个庙子，都是空的。要我说，那车马店也不见得比庙子睡得好。谢过店家，宋由便继续上路了。宋由在路旁一间庙子前站定，这是一间附近村子自建村庙，一间屋子，里面杂七杂八供了很多神灵，佛道2教都有。也有本地神灵，大致是以前有德行声望的人死后所化。每尊神像身后都写有名讳，有些还写有生平事迹。宋由已决定今晚夜宿于此。晚些时候，陆续又到了7、8个人，如宋由猜的一样，几乎都是些江湖人。还有人来打扰宋由，不过发现宋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后，就不再管他了。宋由倒也无惧，如此折腾到半夜，终于睡觉。不知不觉间，宋由做了一梦。梦中仍然是这间庙子，神像和布局都大致一样。仔细看，神台上的神像也少了一尊，是比较边缘的一尊本地神灵，反倒是面前多了一人。冒昧打扰尊驾，这番有礼。战功深夜找在下所谓何事？宋由睡前仔细看过这些神像，尤其是那些本地神灵，知道这位被称为王善公，算是当地阴神。小神乃当地村野小神，生前姓王，敢问尊驾上下。在下宋由。师父取自孟来，尊驾可是道门中人？自小在道观长大，不知可有道号？暂无道号。善公找我所谓何事？那小神便称先生一句孟来先生，深夜打搅先生清梦，实在冒昧。然此事关乎当地黎民百姓生计，小神观先生修行高深，特来求助。善公请直言。10年前有一大妖来到这地，蛊惑人心，还让当地百姓为他建了寺庙祠堂，就在离此地20里处。那大妖虽然法力高强，但在几年前也已经被剿灭了，是由天海寺高人与周雷公携手镇杀的。只是当时想着那银子离大道不远，毁了可惜，砸了石像也能给来往旅客歇脚避雨，便留了下来。近来小神巡游，游至马家湾，发现那庙子里不知为何竟然又有了香火。善公可有前去查看？惭愧，小神法力低微，又不会争斗，远远看见香火便不敢再靠近。善公明智之举，这次正是想请先生去往查看一番，若是属实，趁过几日满月，小神便向上禀报。善公怀疑那妖怪借香火重生？小神以为大概如此，我明日就去看看。先生品性高洁，小神先替周遭百姓谢过先生。善公告辞。确实是有香火的。宋由踏进庙中，原先的神像早已没了，而如今这里放的是一尊泥捏的猫的塑像，就是正常猫的大小。另外居然还摆着有贡品，有煮熟的肉和1指多宽的生鱼。宋由站在庙子中间，左右扭头，将整个庙子都打量了一圈。这位好像没在庙子里，而他目前仍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等了大概1个小时，眼见的太阳越来越斜，宋由不慌不忙地起身看去，一只猫沿着小路在阳光下缓步走来，早就知晓庙子里有人，但他也不警惕，仍旧大摇大摆走过来，直到走到门口，抬眼望见一名身着道袍的人，他的眼睛陡然凝了一下，才逐渐有了警惕之意。道士，如下怎么称呼？我乃三花娘娘。在下姓宋，三花娘娘有礼了。你来我的庙子里做什么？昨日夜宿孙庙，受当地神灵所托，前来看看这庙里的香火。敢问三花娘娘在此聚吸香火，可有人类朝廷敕封？那是什么？就是宋由与他对视，却停顿了下。这只小猫妖道行低微，多半成精不久，且看他眼里透着清澈的愚蠢，怕是得好好组织一下语言才。
这里是朝廷的地盘，往常来这里给你上香祭拜的人都是朝廷的子，你占了这个庙子，从这些人身上吸收香火，要得到朝廷或天宫的许可才行。他们是谁？理论上说，朝廷管着世间所有，天宫管着世间所有神。你们找我做什么？不是我们，是他们，我只是受他们所托，过来查看一下。他们找我做什么？找你麻烦吧。是那些人自己给我烧香的。这庙子是你的吗？是没有人要的。恐怕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世间香火有限，有人给了你，就给不了别的神，或者说就要少给别的神，而朝廷和天宫不会和你一只道行低微的小妖讲道理的。那我不吃了就是。恐怕也不行。又为什么？天宫有规矩的，之前这里也有妖怪私自吸纳香火被诛杀了，占的这个庙子原先就是他的。为什么？可能他做过坏事。我没有，我只是帮山下的人捉耗子，而且我原先有庙的，是个小庙，后来有人把我的泥像端到了这个大庙里来，不是我要来的。再小的庙也不行，只是原先没被发现，现在既已被发现，即使我今天不管你，也还会有人来找你的。那怎么办？若你不曾谋害人命，不曾吸人精气，植人血肉，不至于身死，如果你不跑也不反抗，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他们会按照规程制度来办，这样对你来说也许会更好一些。好。你怎么不来追我？我怎么追得上你呢？那我跑掉了你怎么办？我只是受王善公所托，过来看看情况而已，并不是来抓你过去或者要惩罚你的。再说了，庙里这泥像和你牵扯很深，再远也能找到你。也是。倒是以清除淫词邪肆为己任，你该感到庆幸。我是个假道士。那怎么办？我把你带去见王善公，那是个好心的人，我与他说明你的情况，争取让他们对你从轻发落。当然，在这之前我会去山下打听打听，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再然后你会得到你的结果。什么结果？应该会被罚。被罚？大多是被关起来，关在某个地方，比如一座塔里。我不想吓你，但结果大概如此，妖怪寿命很长的。三花猫依然睁圆了眼睛盯着他，本能让他想要逃跑，跑得越远越好，可他很聪明，聪明又告诉他留下来似乎是最好的选择。那你要带我去哪？不远。现在就走嘛。还是明天吧，今晚就在你这暂住一晚，明天一早过去。不是不远吗？也不近。你在讲什么？倒是，我要是被关起来了，那还有人给我上香吗？自然没有了。那能出去玩吗？自然不行的。还有肉吃吗？多半没有。三花猫神情颓丧，其实他仍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簪花娘娘开了灵智多久了？有几年了。才几年啊？很长了。你是怎么成的妖？就这么成的妖。有什么奇遇吗？比如遇到过什么人，或者吃过什么独特的东西，或者在一个感到尤其舒服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没有。次日清晨，宋由便带着他到山下询问了一番，得知山上庙子里确有指灵验的猫仙，谁家若被老鼠祸害的厉害，只需带点鱼肉香烛过去，当夜就能清净，以至于他的名气传到了更远的地方，10里8乡都有人慕名而来，只求破除鼠害。问完最后一家，宋由又站在门口不动了，仰头看向远处，陷入沉思。怎么不走了？我在想，你的信徒分布还挺广的。是的，每天有人来上供。晚上你就去他家捕鼠吗？对的。那要是很远，走快一点。那你还挺辛苦的。不辛苦。走吧。去找王善公了吗？是的。重新走上翠云廊，眼前的光景熟悉起来，只是与来时是相反的方向，换个角度再看，也别有一番风味。因此宋由依然走得慢，不时留意路旁风景。三花娘娘，你可愿随我一同游历天下？游历天下就是去走遍这天下的路，去看无数个日出日落，去认识许多人和妖魔鬼怪，去吃各个地方的好吃的，去经历许多令人感动的感触的瞬间。我师父说，这才是修行。不是要带我去见王善公吗？若三花娘娘愿意，我自会与王善公说，或者三花娘娘跟我同行一段时间，待身上的香火气消散，便可自找一山野，重新逍遥自在，也可免去囚困之苦。那我可以回我的小庙吗？还想被抓吗？跟你走的话，要多久才行呢？反正比关的时间短。你要我帮你捉耗子吗？那倒不用。那你要我跟着你做什么？不用做什么，只需做到一点，尽量别在普通人面前说话即可。别的没有了吗？没有了。那你为何要我跟着你？让我不孤独。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一个人就是孤独。我一直孤独，孤独很好。不孤独也很好。
我不知道，所以我跟你走。请王善公出来一见。先生有礼。善公有礼。先生可查探好了？查探好了，只是一只猫成了精，无知且贪慕人间香火，恰好有人给他上香请求捕鼠，便不知轻重的占了那庙子积食香火供奉。如今我已将他带来。淫词邪肆，天理不容，多谢先生将他带来，我这就把他拿下，但天条处罚。天条如何处罚？若他未曾害人，为吸人精魂气血，压100年或徒100年；若他有行善事，酌情减半。可我听说吸纳香火修行是精怪本，又曾闻无知者无罪的道理。我看这猫妖也是初犯，既无知，所吸香火也少得可怜。再者我观他从未害过人，反倒兢兢业业帮一方百姓除鼠保粮，未行错事，心地不坏。若因此被困100年，实在不公。不知先生意思是？不如由我将他带在身边，好好教导感化。这恐怕……善公心善，请网开一面。可天条如此，法律无外乎人情，天条亦有不少不公之处。先生慎言。拜托善公。我也为难。非是让善公不向上禀报，也非是让善公撒谎说那占了庙子的猫妖已被除去。善公只需如实向上禀报说那占了庙子的猫妖被一道士带走即可。我名宋游，字梦来，师承自阴阳山伏龙关多行道人。善公记下。阴阳山伏龙观。王善公一时睁大了眼睛，此处距离阴阳山不过100多里，且那阴阳山伏龙关人虽少，名气却大，他自然是听说过的。想了许久，他也只得叹了口气，对着宋游拱手，又在青烟中消失。他走了吗？走了。好了吗？好了。那我们快离开这里。为何这么急？我在这里不舒服。自卑吗？什么是自卑？就是。算了，走吧。什么是感化？就是影响你，使你产生好的变化。怎么影响？慢慢影响。怎么变化？话说多了，路上会很渴的。我们去哪？先回你的小庙，把你的泥像毁了，断绝他与你的联系。然后去哪？义都。去义都做什么？三花娘娘是个好奇的性子呢。去义都做什么？我还没想好。那你快想。我尽力。刚从孤独的旅途中解脱出来，立马就迎来了一只问题宝宝，这是宋游没有想到的。很快，一人一猫回了那破庙，只不过居然又有人来上香了。道士，昨天那个人给我上了香，我还没去帮他捉耗子呢。还有今天这个人，我今晚能不能去他们家把耗子捉掉啊？宋游看着他许久，点了点头。那鱼我能吃吗？想吃就吃吧，反正也是最后一顿了。切记，以后不可以再接受别人的贡品，不可以再吸纳香火。吸食香火会让你不知不觉走上神道，届时就与香火分不开了。等到哪天没有香火了，你就会衰弱乃至消亡，而且你会被天宫正神视作邪神。知道了，知道了。等天一黑，他就出去了。宋游则彻夜打坐，感悟山间灵气，也不知那三花猫几时回来。总之第二天早上睁眼见到他时，他是有些疲惫的，问他原因，说是那2户人，一家在最那边，一家在最这边，也不知是哪边的哪边。吃过饭就走吧。宋游手上拿着蒸饼吃着，三花猫昨夜吃了不少耗子，现在还饱着。边上的江湖人也醒了，其中有一个衣着不错，还带有跟随的年轻男子，兴许是见宋游穿着道袍，长得也年轻，有结交之意，便拿着他带的风干肉走过来。先生也是爱狸奴之人？算是。我也是爱狸奴之人，不过如先生这样出远门还带狸奴同行，可不多见。是。先生光吃蒸饼可不行，我这有家乡产的风干猪肉，先生可要尝尝。心领了。先生无需客气，同是江湖人，相逢就是有缘，就当早已相识。多谢。宋游还是笑着摇头，这男子被拒绝了，却不像其他爱面子的江湖人那般羞恼，而是笑着转身与昨晚相识的其他江湖人分享，互相几句好话吹捧下来，就又开始称兄道弟，相谈甚欢了，仿佛相识已久。走吧。这小先生倒真是有趣，出远门还带一只猫，这猫也是有趣，竟会跟着人走，我家猫连摸都摸不到。话说回来，这庙里供的好像也是只猫。是了。小先生，多谢老人家。
离开村子，宋由走上大路，又折回了村面。这30支香他只留了3支，其余都放在了王善公神像前，有借有还，有取有予。三花娘娘起初还很老实，兴许是和宋由不熟的缘故，她只老实的跟在他后头，不紧不慢的保持着距离。很快他的天性就被解脱出来了，开始不时的快跑几步到前头去，又回头来看宋由，不时原地站着不动，低头冲着路边的野草闻啊闻，不时被空中的蝴蝶或飞鸟所吸引驻足。等到宋由走远了，他又飞快的小跑着追上去，没走多远便遇上了一道关卡，宋由出示了渡牒，便成功过关。过了这关，路旁景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道路顺着溪流在山间穿行，三花娘娘每次想看山顶都得把头仰到最高。好高！三花娘娘见过这么高的山吗？没有。你吃不吃？三花娘娘再去帮你捉2只。不用了，我不吃虫子。很好吃的。心领了。耗子呢？也不用，谢谢。三花娘娘听说过吗？前面有个地方叫手爬岩，格外险峻，但风景极佳。什么是手爬岩？就是说要爬着才能过去的一段凿壁小路。你怎么知道的？前几天在庙里住，听那些江湖人说的。我很少听他们讲话。挺有趣的。我们要去那里吗？我想去。反正三花娘娘跟着你走。太阳西斜，宋由问到第3个当地人家时，总算已经来到了手爬岩下方，这上边就是手爬岩。手爬岩确实是一条近路，但早就没多少人走了，这路危险得很，又湿又滑，山里还经常闹妖闹鬼，每天晚上都鬼哭狼嚎的，倒是经常有人上去玩耍，都是白天去白天回来，没人敢在上边过夜的。现在太晚了，你要是看风景，还是明天再上去吧。要是去那上面，天黑前是必须回来的。敢问老人家，爬上去要多久？爬上去1个时辰，回来还得1个时辰。要是从那边走下去，走到底得要2个时辰。1个时辰啊？宋由算了算，还来得及。你要今晚上去，那可得摸黑走夜路，这山上真的有鬼。不碍事的，千百年来，这上面摔死的人不计其数。老人家卖我一个灯笼啊！我这可只有灯笼，没有蜡烛。无妨无妨，你这倒是不听劝呢。宋由也只是笑笑，花了16文钱，从老人家这里买了个简洁灯笼，一人1猫，沿着小路往山上而去。天阴雨，鬼夜哭。宋由呢喃着，嘴角露出笑意，这是世人对手爬岩的形容。向上穿过山林，沿着2尺宽的峭壁小路斜着往上，走到最顶上便是颇具盛名的手爬岩了。三花娘娘是轻松的，这对她没有丝毫影响。宋由就要走得艰难许多了。宋由在最高处停了下来，就坐在悬崖边上，2腿自然垂下，吹着山风，决心今晚就在这里过夜。今日倒没有阴雨，反倒夕阳如血，红霞满天。这个时代热爱旅游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士大夫和文学家都热衷于自然山水。据山下的老人家说，常有人被手爬岩上的险绝风景吸引，不惧危险攀爬游玩，可却极少有人敢在上边过夜。可更美的还不是夕阳，而是夕阳余晖褪去之后，头顶已暗淡下来时，天边呈现出的如梦似幻的色彩。似蓝非蓝，似紫还红，似粉又白，渐变成温柔的傍晚霞光。天色越暗，天边越美。宋由怔怔看着，如痴如醉。我们不下山吗？不下去。天黑了。宋由依然坐在悬崖边，欣赏天边色彩和脚下山脉剪影。忽的好似想起了什么，于是伸手拎起刚买的灯笼，一手将灯笼举起来，另一手对着远方天边摇摇一捻，捏了一点虚无投入这灯笼中。一瞬之间，灯笼之中亮起了如此刻天边一样如梦似幻的光芒。且借一抹霞光，以消寒夜漫长。山风呜咽，如鬼夜哭。宋由坐回了安全处，三花猫正在左跑右跑，这边闻一闻，那边嗅一嗅，时不时还走到悬崖边，探出头左看右看，陷入沉思。看得出他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后，内心是有些不踏实的。最后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最熟悉的竟是身边这个人，于是揪着眉头抬头望了宋由好几次，试探着，一点一点挪到宋由身边趴了下来。宋由则早已闭上了眼，静心打坐，山间灵气被风吹来，汇聚于此。
大约夜半时分，宋由睁了眼，将手抬起来，手上漂浮着一缕灵力。宋由修行的法门为40轮转法，修行与天时更替、节气轮转有关，修出的灵力往往也带有时节属性，与师傅修的五行法功效恰好相反，可延年益寿，却不擅长强身健体，中间灵核，外层灵气。只有灵气是消耗品，灵核是本源，是不可被动用的。灵气被消耗掉之后，灵核会随时间及打坐修养重新酝养出灵气来。宋由吐出一口长气，随手将这缕灵力散在了山间，至于发着黄光的灵核如一根细线钻回体内。稍一扭头，身边贴着一只小猫，宋由盯着它一动不动。猫的体温比人要高，很难说是三花猫借它的温暖，还是它借三花猫的温暖。此后半夜，隐隐有山妖闹出动静来，却也没有来惊扰宋由。次日清晨，山间有物，却都在悬崖之下。宋由背靠着崖壁坐着，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旁边三花猫用爪子拨石头玩。只见那三花猫玩着玩着，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跑到悬崖边沿，探头往外看了眼，变成红色了。什么？昨天还是绿的呢？果不其然，原先那些生长在悬崖上的树一夜之间，树叶全都变红了，像是已经就到了深秋。宋由却不显惊讶，只看风景。今天立秋呢？立秋就是秋天到了。冷天差不多。三花娘娘吃馒头馅吗？是肉的。今早你没睡醒，三花娘娘去那边捉了只小鸟来吃，可惜只捉到一只。宋由很快吃完这个馒头。山上好冷，咱们下山吧。三花娘娘也觉得冷。走。此时山雾仍未消散，一侧崖刻鬼神，一侧万丈深渊。只见白云不见底，远远听见吆喝叫卖声。宋由便知道自己和三花娘娘运气比较好，碰上了这边村庄的集镇。这种村上的集市一般要隔几天乃至10天、半个月才会开一次。来到如此热闹的地方，三花猫难免有些拘谨，找了在山路上蹦来蹦去的活泼，只紧紧贴着宋由的脚走，使得宋由总担心自己踩着它的脚或它的尾巴。可惜来的始终有些晚了，集市也快散了，虽还有些商贩不舍归家，却没有找到卖鱼人。道士，你找什么？说了我不是道士。那你是什么？说来复杂，我只是在道观长大，虽修习法术，也读道教经典，但既不遵从道教教义，也不供奉道教神灵，即使我师父，也最多算个假道士。听不懂。就是说，我们只是占了一间道观，穿了道袍的修行者而已。为什么要占别人的道观？是我们自己修的，先辈修的，传下来的。目的是享受国家对宗教的政策优待，有些好吃懒做的师祖，也可以凭他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是听不懂。那你爱叫就叫吧。好的，道士。走吧。刚想离去，一个转身，将近中午时的阳光刚刚好驱散了雾。只见远处河畔柳树成排，在一棵柳树下，有一老叟戴着斗笠坐在河边，手上持着鱼竿。三花娘娘，还请在这边等我。老人家，有礼了，敢问鱼货臭卖不？老夫钓的都是小鱼，自己吃的，先生还是去集市上买吧。在下近日与一花猫结了缘，与他相约相伴一程，可却一直未曾给他聘礼，心中愧疚。今日途经此处，想买2条小鱼与他做聘礼，可是才逛遍集市，也未曾买到，只好求助于老人家了。如此，赠先生2条又何妨？如何感受老人家相赠？我当以市价购之。老夫更愿赠与先生。便多谢老人家。不多时，宋由提着2条小鱼又穿柳而回。三花娘娘，我愿与君结缘，这是我给你的聘礼，礼物虽轻，却是我的心意和大雁的传统，还请享用。我不知道什么是聘礼。就是寻常人家要想养猫，就得给小猫的妈妈，或者猫原来的主人，或者给小猫自己送礼物，意思就是请猫到自己家里来帮着捉老鼠，辛苦猫了，给个工钱酬劳。听懂了。请享用吧。吃了你的鱼，我就是你的猫了吗？不是，三花娘娘还是自己的猫，三花娘娘永远只属于三花娘娘自己，只是在以后的一段路上，我们将会并肩同行，互相陪伴，互相扶持，有些地方还得仰仗三花娘娘帮助，或仰仗三花娘娘宽容，所以提前给三花娘娘一些吃的，当做礼物。像是我以前吃的贡品。有一点类似。听说了吗？凉水澳那一段的雾鬼被除掉了。真的假的？是卫标局放出来的消息，还有吴山茶商都在传，说那一段安全了，
吴山茶商信用还是不错的，就更不要说吃这口饭的郑微镖局了，断不可能扯谎。南华县又抢了高人，听说不是，似乎是一路过的年轻先生，顺手就给除了，硬是一点动静没闹出来，那物鬼就没了。哎呀，那可了不得，就是泰安寺里的高人，也不见得有这个本事。泰安寺也就名气大，修得好，这一兜哪有多少高人啊？哪个高人在城里修行啊？倒也是，要找高人都得往城外走。三花娘娘，好吃吗？好吃。那就好。那些客商还在讨论他和物鬼，宋游对此兴趣不大，而是一边吃一边思考着一兜住宿问题。他打算在义都小住几个月。宋游吃完最后一颗馄饨，这才结账离开，共计20文钱。再走几步就是城门口。宋游走到门口，正纠结着想出声找位衙人帮自己拎屋就居时，忽然遇上了熟人。先生，却是那李姓客商一行人，看样子似乎是出城要回吴山了。有理。先生这是刚到义都，路上耽搁了几日。先生要是早到1日，我们也该为先生办一桌酒宴的。早到1日就碰不见了。哈哈，这倒也是。不知先生在义都停留多久，住在何处？正打算寻一衙人，另一房屋，短住几月。我们茶铺后方倒有一小院子，虽有些挤了，若先生想短住几日，也可将就1、2，省些房钱。不打扰了。我想先生也看不上，不过义都房衙子水深得很，我有一七弟也在义都干这行当，人还算老实。先生若有需求，我这就把他带来见先生，到时候小人也好再来拜访先生。那就麻烦了，请先生稍等片刻。先生，这便是我那七弟。小人王继见过先生，便委托阁下了，必尽心尽力。没有多久，李姓客商一行人再度离城而去。宋游也跟着王继进了城。王继倒确实是个实在的人，领着他看了几间房子，但是要么是价格超出了宋游的心理预期，要么就是房屋质量或周围环境实在不合宋游需求。主要原因是大雁取消了均地制，就是不再给每个人分配土地和宅基地了。同时，商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流动，人口开始往城市聚集，这才导致城市房价迎来了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波飞涨。目前义都城内一套宅子售价怕要1000贯起步，租金自然也随之飞涨。宋游实在无奈，只好拿出了师傅讲过的办法。不知这城中可有什么闹鬼的、不吉利的房子？这些房子先生不嫌。真有？还真有，不止一套。有住进去就会生病倒霉的，有会败财运的，有夜夜闹鬼的。先生想要哪种？价最低的。小人知道有一间宅子，地段清静，但买菜也方便。传闻闹鬼，租过几户人家，都没几天就退租了。以前报价1000钱1月。先生若确有想法，小人先带先生去看看宅子，若看中了，也算帮了主人家一个忙。多谢，请跟我来。1个时辰后，两人一猫一来到了一处小院前。这间院子位于北城，是比较值钱的路段，商业繁荣，取水方便。先生可进去查看。王继说着，自己却站在门口。宋游也不在意，点了点头，便跨进院门。房主说，如果您愿意租，契约上只写1月也可以，按照律法规定，月房钱每月1付，从第6日起付，前面5日是给您搬家和收拾宅子的时间。价钱呢？还是1月1000。定了。好嘞。签下契约，协议生效。宋游送走了王继，三花娘娘则在院中左看右看。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吗？明天也住这里，要住一段时间。这房子好像真的有鬼。为什么我们要住鬼的房子？三花娘娘怕鬼吗？三花娘娘是猫神，猫神不怕鬼，可是这是鬼的房子。因为我们缺钱，只好打搅他了。我不知道什么是缺钱。就是钱不多。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钱。就是我路上用来买饼子、蒸饼和馒头的东西，也是给三花娘娘用来买肉的东西。买房子住也要用钱，我们买房子少用一些钱，就可以多一些钱来买鱼买肉吃。实在是义都房贵，而我等囊中羞涩，将来一段时间不得不暂住于此，多有打扰之处，还请阁下海涵。我们明天再清理院子里的杂草，今天趁着天没黑，先出去买些东西回来。三花娘娘是留在院子里休息，还是跟着我一起？三花娘娘跟着你走。问我抱你吗？我只是看你走了一天了，有些累。不累。那好。于是宋游便走出去了，三花猫迈着小碎步跟着他。大雁是没有房市制度的，买东西在哪买都可以。顺着门口这条笔直小巷往下，便是义都的繁华了。
哇！三花娘娘见状不由惊叹，几乎忘了走路。等回过神来时，宋由已经走远了，连忙小跑着跟上去。没走多远，便遇上家卖木桶木盆的店。宋由买了一个桶一个盆，再往回走，天色便暗了下来。有些店铺阁楼门口已点了灯箱，可以理解为一种大型落地灯笼。发光的招牌开始迎接大宴的夜市。好多灯笼和蜡烛。三花娘娘喜欢。好亮。明天收拾好了，晚上带你出来闲逛怎么样？三花猫却不回答，而是扭头看宋由。你喜欢吗？亮晶晶的晚上。宋由只是微笑，并不回答。当天晚上，隐隐飘来了女人的歌声，那歌声悠悠楚楚，如泣如诉，在这夜里听起来有几分寒意。而这声音是附近街坊邻居都熟悉的。宋由心里反倒清静下来，背往后倒靠着墙，竟专心听起了这小曲儿，直到一曲终了，他才推门而出。只见院中白墙上隐隐有黑影晃荡，长发过腰，令人生惧。梁子生的一副好歌喉，唱功更是了得，不知可否再来一曲？那黑影陡然顿了一下，随即砰然一声消失无踪。宋由见状也是一愣，不由摇头，再将目光一低，只见一只三花猫就蹲在门口，看这样子，似是在他洗澡的整个过程中都在这里守着他。三花娘娘这是何意？什么何意？三花娘娘不是在探查新家吗？怎地又跑到这门口来坐着呢？我已经探查完了，听见你在里面搞水，怕你淹死，所以跑到门口来等着你。花猫歪头盯着他，眼睛闪烁着好奇的光。你在里面做什么？洗澡。人类真奇怪，不会淹死。宋由也不多管他，走回房间，借着月光，隐约可见一只猫从他脚边窜过去，先他一步上了床。那只鬼刚刚在说话呢？我听见了，说话声音好奇怪。那叫唱歌。唱歌是什么？是一种好听的艺术表达形式。听不懂。没有关系，三花娘娘今晚也挨着我睡吗？你睡那边，三花娘娘晚上趴在这个角睡就可以了。也好。床还是很大的，宋由躺下来，不知不觉的宋由也睡着了。清晨被鸡鸣声叫醒，那叫个神清气爽。三花娘娘，可以请你去房顶把瓦片上的野草也拔掉吗？宋由并不急着一下子将所有东西买齐，花了一下午时间，把整个院子打造成完美适配自己生活习惯的样子。宋由搬了张老旧的椅子，坐在院子里，听风吹竹叶声，看天上带霞光的碎积云。天黑了呢，院中光线逐渐暗了下来。宋由感觉到一阵阴风，有着寒冷的气息从竹林的方向蔓延过来。扭头看去，似多了一道模糊的影子，看不清楚。与此同时，三花猫一下跑了过来，停在宋由面前。三花娘娘在保护我吗？宋由仔细看去，仿若有人在起舞，租个便宜房子，还有歌舞表演。细想倒也挺划得来。娘子既已成阴魂，为何还要逗留阳宅？可是有什么隐情或念念不忘之事？无人回复，一如昨日。宋由想了想才明白，他可能是执念所致，能阴魂不散已是极致，却是没再保留身前的所有记忆和智慧。这种鬼智商很低，若是恶鬼便是只会害人的怨灵，若不害人也难以交流，只会凭生前喜好习惯做些事情。三花娘娘，我怎么了？你原先是家猫还是野猫啊？为什么问？突然想问。反正不是家猫。是野猫吗？我有妈妈的。然后呢？饿死了。原来如此，我一直很想知道你怎么成的精。就那么成的精也行。那三花娘娘应该是只母猫吧？三花猫立马用看傻子的目光看着他，宋由只好又摇摇头，当没问过。在院子里又坐了会儿，听了2首曲子，没别的事可做，宋由便也回房休息了。几日之后，宋由外出买了一盏油灯，打了一壶灯油，还斥巨资买了一本《余地记胜》。《余地记胜》是一本这个世界当前比较流行的旅行指导书，里面记录了许多风景名胜地及其交通路线、沿途住宿、周边特产美食等，也记载了一些仙山名水、宫观寺庙，以助宋由赞观天下。回家时，看见隔壁大树下坐着一堆人，有人在乘凉，有人在下棋，他也不由站过去看了看，几个老人架的是象棋。这几日下来，附近邻居对他的态度发生着肉眼可见的变化。起初大家持着看热闹的心态，并不认为他能在这里久居，时常在私下里讨论他能撑几天。可这几天下来，只见他每日进进出出，人物慌乱与惊惧，一副已经在这里安定下来的姿态。再结合他出来时穿的那身道袍，众多街坊邻居再看他的目光就多了些敬意。小先生晚上吃过了？吃过了。这间院子都好几年没有租出去过了，就是有人来租，也当天就退租了。
小先生住这里，每晚听见这鬼唱曲的声音，真就一点不惧吗？各位不也听得见吗？我们是知道那鬼在这院子里出不来，何况没人住进去的时候，他只3、5天才闹腾一次。我们平日不做亏心事，晚上也不怕鬼敲门，是这个道理。先生是个有本事的，既然如此，为何没把那鬼给除掉呢？那不过是一缕残魂而已，在下多亏了他，才得以租的这么便宜的院子，怎能恩将仇报呢？何况长夜无聊，有他在，也算多了些趣味。此话一出，许多听众顿时明了，这位小先生不仅是真不惧，而且是真有本事的。寻常人避之不及的鬼魂，在他看来却不值一提。人还是没抓到吗？怎么可能抓得到？那人多疑又狡猾，我们设了几处陷阱，要么是方法无效，要么就是他提前识破，根本不踩进去。什么方法无效？就是泰安寺高人的法子。要我说，这么硬抓还是不行的。人家虽不会飞天，却会遁地，让你们去抓，这不是在难为人吗？难不成还能把他架起来，让他摸不到的？还是得找高人帮忙才行。还找什么高人？那埋1圈份的法子不就是泰安寺高人出的吗？换个别的高人请教呢？在哪还能找到别的高人？除妖驱鬼的人我倒是认识一些，可他们你也知道，只是一群知道邪土方法的胆大之徒而已，最多能出些馊主意，怕是帮不了我。我看对面那小先生是个有本事的，不如去问问他有何办法。那小先生高人？那小先生搬到隔壁好几日了，一点惧怕的意思都不见有，每天正常进出。今日晚上我和他聊了几句，问他难道不怕那院中女鬼？你猜他怎么说？怎么说？王氏便将今日晚间与宋游的谈话告知了他。罗捕头听说完后，倒不见得听出了宋游有多少分本事，但也立马觉得这是个妙人。不为阴魂，可能只是胆大，就算有本事，也不见得能帮得上忙。再过几日没有法子的话，我便带你过去拜访一下吧。日上三竿我独眠，不是神仙胜神仙。宋游又睡到了中午，这几日起的是越来越晚了。下午便看看书，天气好的话也出去逛一逛。每天晚上院中阴魂还是照例会高歌一两曲，被他渐渐养成了听曲的习惯。有时晚上遇见他突然出现，他也不觉惊骇。倒是三花娘娘容易受惊，常常走过一个转角碰见他。不过昨晚这女子有时会在不同房间乱窜，昨晚竟打开了宋游的房间门，在门口看了他许久，无疑影响到了他睡眠。宋游想了想，决定出去买几张黄麻纸，再买上笔砚朱砂，画几张符贴在卧室门口。三花娘娘，我出门一趟，拜托你看家。知道了。宋游出门沿小巷而下，没走多远，便是一片勾栏瓦舍。宋游明明是来买黄纸的，却一时忍不住被那讲评书的老先生吸引，在此坐了下来，甚至还要了壶茶。那阿延齐带着一众亲兵从水上追到路上，那叫个穷追不舍，非将马元帅杀死在这里不可。关键时刻，马元帅逃上一条小路，阿延齐连忙追上，却只见前方路面上出现了一员大将。这是这个世界一段真实历史，就发生在几年之前。当时大雁北方发生战争，宋游对这种故事很感兴趣，于是他一直听完才起身离开。随后在勾栏瓦舍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成功找到一家卖黄麻纸的店铺。宋游一番讨价还价，买了一沓黄麻纸，又买了一支笔、一块砚台和一条墨，居然也花了300多文钱。朱砂则是换了家店买的。回去的路上看见肉铺，想着反正都花了不少钱，便又割了1斤多猪肉，再买了点蒜苗，这才满意而归。道士，刚刚有人敲门找你。谁呀？三花娘娘给他们开门了吗？好像是那天在城门口遇见的那些人，还有住在对面的人。三花娘娘没有开门，你说不让三花娘娘在普通人面前说话。记得就好，不用为之如父。什么？敲门的有2拨人吗？对的，他们还在门口遇上了，还聊了一会儿天。他们说明天再来。知道了，多谢三花娘娘。我买了猪肉，三花娘娘想吃生的还是熟的？跟你一样。那好。宋游也不再管今天来敲门的人，提着肉菜便到了灶屋，开始收拾起来。罗捕头今日回来的要早一些，夫人王氏正在问他有没有去拜访邻居。今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了，下午他便提了一些礼物去拜访夫人口中越发具备高人风范的新邻居。可他站在门口敲了半天门，里边也没有回应，只听见了几声猫叫。反倒是离开时又碰见了几名外地茶商和2名镖师，提着家乡带来的礼物，竟也是去拜访那小先生的。互相一问，罗捕头才知道自家对面新搬来的那小先生，竟然就是路过凉水坳时随手剪除了那作恶数月的误鬼的高人。明日我备上厚礼，再去拜访。
宋由扫干净了院中的石桌，乘着傍晚凉爽，便在院中吃晚饭。好吃吗？三花娘娘，好吃的。那就好。吃过晚饭，坐着回味了一会儿味道，待得夜深了些许，宋由便点了油灯，试了试新笔，开始画符。伏龙关不以符箓出名，宋由绘的几种符箓也都是历代关主游历天下时所得，市面上最常见的，也是人们去公观寺庙经常求的符箓，无非两种，一种驱邪避鬼，一种便是保平安的。靠灵力驱邪避鬼的符箓，宋由绘几种。至于保平安的符，通常需要沟通神灵，借助各自神灵的力量。而伏龙关里虽然摆放着一大堆道教神像，却也只是每年腊月23为他们打扫一下灰尘而已，对他们尊敬有限，所以伏龙关的道人通常是不会这类符箓的。以时灵力吹风，笔走龙蛇，直到连画5张，宋由才收手，将之小心折好，其中一张用麻线串起来，就挂在卧房门口，可保女鬼难以进入。对不住了。宋由向竹林方向施了一礼，抬头一望，满天群星，似乎是处暑了呢。处暑是什么？就是快要转凉了。好吧，睡吧，三花娘娘。好。三花猫跟着他进屋，上了床。次日清早，依然雄鸡报晓。宋由起得早一些，披上衣裳在院子里打坐。仅以体感判断，今日比刚来那日的清晨凉了许多。院中黄梅树已开始落叶，有风吹来，宋由随手一摊，手中便刚好接了一片黄叶。处暑，处暑也是末暑，处值也意味着暑气开始消散，酷热难耐的天气到了尾声，开始进入转凉的过程了。宋由扔掉手中黄叶，继续闭上眼睛。清晨的灵力最是清晰浓厚，似有生命一样环绕在他身旁，勾引起青灯，使得头顶梅叶又多落了几片下来。可就在此时，门口响起敲门声，宋由睁开眼睛，起身去开了门。门外站的是李姓客商一行人，还是上回那2位镖师，个个手上都提着有东西。见过先生，请进。清早来访，如有打扰之处，还请先生海涵。我等都很想来拜访，感谢先生。于是从我那七弟那里问到了先生如今的住处，若有不当之处，无需客气，快进来吧。宋由实在不习惯这般多礼，只把众人往院中迎。一行人有些忐忑，面面相觑。从王继那里早听说了，这院子闹鬼，几年间租了几次，全都第2天就被退了。先生赶住是艺高胆大，可刚一进门，却全然没感觉到想象中鬼宅那般阴森森的感觉，反倒见院子被收拾得干净，有不知何处而来的清风在院中萦绕，吹落梅叶随风摇曳。又见一只三花猫懒洋洋地从房中走出。这些人带的礼品多以自家做的腊肉腊肠，自家产的好茶为主，心意十足。诸位客气了。宋由口中说着，却不扭捏也不拒绝，一堆礼物全都摆在石桌上，随即便见三花猫跳上石桌，似是被腊肉腊肠的肉味而吸引。先生与猫为伴，真是雅兴。有只猫陪着也好，先生游历天下也不那么孤独了。我也是这么想的。相比起我陪伴于他，却是我更需要他陪伴于我，不好说是谁的造化。李姓客商初听不觉有什么，细想却是越想越妙，只能说先生果然不凡。如此聊了一会儿，李姓客商忽地瞥见宋由卧房门口挂的黄符，想到自己等人来的第2个目的，不由大喜。先生会制符，会几种驱邪符箓？不瞒先生，我等苦民行商，常年行走于大山之中，难免夜路遇鬼，山路遇妖。早前也曾找过吴山的寺庙公关，求个1、2张符箓，想保平安。可惜有的干脆无用，有的虽然有用，却也只能做个提醒之用。我等今日前来，也有想在先生这里求一旨，驱邪避鬼的符箓的想法，若能如愿，自是感激不尽。不必这般客气，这本就是伏龙关的业务之一。宋由当即拿出昨夜画的几张符箓，不够的便铺开黄麻纸，招来朱砂，提笔现画，直到每人分了2张，贴身收起。一时胆气大增，竟有一种再见物鬼也不惧之的错觉。折成3角的为辟阴符，可辟阴鬼；方块的为驱妖符，可驱妖邪。辟阴符不可驱妖，驱妖符不可辟鬼，不同符有不同的作用，各位还请记下。自当谨记。想着大家都带了礼来，宋由本打算不取钱财，可耐不住众人心诚，每人还是给了些碎银子。好不容易送走一行人，宋由刚回院中盘坐片刻，感受时节灵韵，凝聚灵力，便听门外又起了敲门声。想来这次是自己邻居了。哎，饶我清修。见过先生，在下罗军，就助先生携队。早就听说咱们甜水巷新搬来了一位高人，却是一直没有腾出空来拜访，见谅见谅。
当不起，当不起。罗某早该来拜访的，只是最近一直忙于抓捕贼人，忙得脚不沾地。昨日下午倒是得了空闲，想来拜访先生，不赶巧，先生刚好出门了。怎当的班头如此大呀？先生是高人，自然当的。实不相瞒，昨日罗某到来时，刚巧遇上吴山县的茶商也来拜访先生。相谈之下，才听说将金阳道上物鬼剪除的高人，竟然就是先生。顺手而为罢了。先生为民除害，却不图名利，罗某实在敬佩，该向先生施一礼。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宋有只面露无奈之色。大雁社会上这种风气就很重，无论谁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礼貌至上的。实不相瞒，罗某此次前来，除了拜访邻居，也还有一事想向先生求教。罗班头无需客气，直言即可。说来话长，最近1、2年来，义都城中盗案频发，那窃贼所盗之物尽是贵人府中珍宝，甚至盗到了知州大人头上。城中大人们皆是大怒，责令我等立即将之捉拿归案。可我党想尽了办法，仍丝毫也捉不到盗贼踪迹，甚至城中百姓一度传为是妖鬼作案。直到前几月，我等才终于见到了那盗贼的真正面目，也终于知道那盗贼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潜入贵人府中作案，且逃脱我等追踪的了。那盗贼会飞天遁地吗？先生也听说过，城门口见过。纵游想起了自己来的时候，在城门口看到过一位遁地大盗的通缉令，就是那盗贼。那盗贼虽不会飞天，却不知从何而来一身遁的本领。不知先生对那遁的之法可有了解？有些了解。当真？罗捕头下意识说道。话音落地，才觉不妥，便又慌忙解释道：这段时日来，那遁的贼久抓不到，城中大人已经下了通牒，偏偏我们又拿他没有丝毫办法，好几次设了陷阱。可那贼人生性胆小，狡诈多疑，到了陷阱前都不进去，甚至前日那贼人就站在不远处嘲讽我等，端的是可恶至极。在下也是想捉拿他好紧了，而且不瞒先生，在下也曾去找过泰安寺的高人请教过，然而泰安寺的高人出了什么主意？泰安寺的广弘法师说，让我们挖一圈坑埋下大粪，可破那贼的遁的术。对一些学艺不精的人，倒可能有。这么说，那广弘法师也没哄我。污秽破法的说法向来有之，也许那位法师也只是看班头心切，自己心里也是拿不准的。罗某也是这般想的，先生可有别的法子？若是有先生相助，擒了那贼人，罗某向先生承诺，不仅劝说知县视作先生捉了那贼，赏金全额奉上，额外还必有重谢。听班头说，那贼人是个胆小多疑的性子，这是罗某的个人判断。班头经验丰富，想来不会错。不知这与捉那贼人有何相干？班头有所不知，这遁地术和穿墙术一样，有个讲究，就是施术之时要对遁法成功深信不疑。若是施术者自己心中都有所怀疑和忐忑，便可能将自己闷死在土里，或封在墙上。所以自古以来，学穿墙术、遁地术的人，要么是心性坚定、胆大之人，要么便是愚蠢、痴绝之辈。这段时日以来，罗某陆陆续续也与那贼人打了几次照面，只是因为他会遁地之术，每才让他跑掉。而且罗某上月已知晓了他家住何方，自认对那贼人已有了几分了解。罗某断定，那人最多与愚蠢沾些边，绝不是先生口中坚定胆大之人，也称不上知觉。那人以前可有精于此道？以前不过一个落魄书生罢了，考不上功名，不知从哪学了这遁地术，开始走起了歪路。也许背后有人传授与他，要么是没告诉他此法的弊端，要么便是以秘法使他不再生疑生怯。也许是他只得了遁法，却没得知个中奥妙。若是这二者对了其一，我便有一计可施，但也只是请班头试试，不敢保证一定能成。先生请说。点破即可。如何点破？班头可知有一本书，名为《桃李岁时记》。罗捕头怎么也不明白，破除遁地之法怎么与一本书扯上关系了。好在大雁读书识字率为历代最高，他出身大族，也是习过字的，想了半天，还真想起来了。这似乎是一本讲述各类奇怪诡谲的故事的文集，可以当妖鬼玄幻故事集来看。罗某有些印象，班头只需在下次碰见了他时，告知他说，《桃李岁时记》上增记，有人惯施遁地术，闷死于3尺地下。能成？也许个。罗捕头愣了一下，虽觉得这比挖坑埋粪还要玄乎，却也表示记下。又聊了几句，宋游将他送走。宋游摇摇头，开始清点起物品。要吃一段时间了。几日之后，接连几场小雨，一兜的天气便入了秋。宋游照例出去听书去了，一下午花了10几文的茶钱，喝了个半饱。当他踩着湿润的石板和潮烂了的树叶回到小院，便见一只三花猫朝自己跑来。道士，你又去哪了？和前几天一样，三花娘娘又想去了吗？明日再带你一起。三花猫稍作迟疑，却并不回答。看来这猫不爱听书。你手上拿的什么？宋游如是想着，也将手上东西拿了出来，
义都周边橘子新出，回来时见路边有人设摊，卖得很贱，他也称了2斤。随即又听有人叫卖冰糖葫芦，倒不是有多嘴馋想吃，只是多年没尝过它的味道，忍不住也买了一串。一人一猫便凑到石桌前。宋由知道猫大多不喜欢橘子的味道，于是把橘子放到一旁，只拿起糖葫芦，先用手取下一颗。三花娘娘吃糖葫芦吗？果子是果子，山楂。猫不吃果子，偶尔也会吃吧。三花猫扭过头，用一种你是猫还是我是猫的眼神盯着他，沉吟了好几秒。三花猫不吃。真不吃吗？不好吃的。我觉得好吃，那尝一颗。果子不好吃，三花娘娘不吃了。三花猫语气清脆有力，说完一扭身，就从石桌上跳了下去，摇晃着屁股走了。外头忽地传来了敲门声，宋由刚好吃完最后一颗糖葫芦，将木签搁在石桌上，便起身去开了门。先生有礼，罗某来向先生道谢送礼了，还不快见过先生？见过先生。请进吧。听班头所说，可是那遁地的贼人捉到了？正是，先生料事如神，未见一面，仅几句指点便让那贼人的遁法失了效，真是令人敬佩。捉捕可还顺利？顺利至极。3日前我等遇到那贼人，喊出先生教的那句话。昨日3更时分，我等在找到那贼人藏身之所时，他还想用遁术逃掉，却只入了半截土就陷在了那里，被我等当场所拿。那就好。先生又行了一桩为民除害之事，事先已与先生说好，此事便当作先生抓获了贼人，赏金该归先生所有。这里20两是布告的赏金，剩余10两则是我家大人私人所赠。近来城中贵人屡屡施压，我家大人也是有苦难言，全当感谢先生解围。宋由接过红布打开一看，里头3块束腰蜂窝银，是大雁的官制银。不过宋由却只取了2块，剩下1块地还给了罗捕头。罗捕头立马会意，面上不免有些为难，却也不敢违逆这等高人意愿，只得将之收起。可是刘大人自在下口中听说先生风采之后，十分仰慕，托在下向先生提出，想要摆宴酬谢先生，若先生赏脸，则就定在明日正午天香楼。却是不知先生不了，我本山间一介清修散人，平日也只喜好清静，当不得大人抬爱。在下明白了，麻烦班头。先生哪里的话，我等还有公务在身，就不打扰先生清静了。知县大人那边罗某自会回复，此案之后有任何进展，若可能牵扯到先生的，罗某也自当前来禀报先生。多谢班头，告辞。2日后的夜晚，天气凉爽，最适合闲坐。宋由点着油灯，坐在窗前静静看书。这本《余地纪胜》也有着这个世界特有的风情，上面除了记载名山大川知名的公观寺庙，以及古今知名文人用诗词文章打卡过的网红景点外，还记了一些玄幻神异之处，例如传闻曾有仙人出没的云顶山，神话故事中火神长眠的地火城。不知过了多久，夜渐渐深了，油烟熏得眼睛疼。宋由这才决定今日到此为止，该去睡了。借着月光刚合上书，却见身后三花猫不知何时醒了，爬到了近前来，一下跳上书桌，双眼直盯着窗外。宋由也察觉到了外面的响动，悉悉索索由院墙处传来，自有人爬墙，有巨大狰狞的头颅在院墙外映着月光。有鬼，我们快跑吧！不用。宋由已然看出来了，没有阴风，没有腥气，这夜叉行动虽不笨拙迟缓，却也不够敏捷，不是真正的夜叉，而是指夜叉也。怎乃佛门传出的法术？只见宋由转身推门而出，听见动静，那2只夜叉立马扭转头来，眼如铜铃，紧盯他的方向。眨眼间，火已熄灭，夜又恢复了本该有的样子，寂静无声，清辉满地。宋由抬手摊开，最后一片黄纸的一角带着火星摇曳着，刚好落到他手中，火星也随之熄灭。你好厉害，道士都这么厉害吗？三花娘娘过奖，倒也不是。那你为何这么厉害？不厉害怎么保护三花娘娘？宋由一边随口回答，一边对纸沉思。自己才来义都城不久，终日不是出门听书，就是在家做饭修行，不曾与人结怨。唯一要说做过的事，就是金阳道上除了误鬼，以及为罗捕头设谋捉了那遁地的贼人。那鬼是从哪来的？还不知道。总之来而不往非礼也。宋由收起了这枚纸片，别人既已来拜访，于情于理，自己也该有个回访才对。次日清早，将昨夜那一角纸片拿了出来，对着天光看了又看，随即长长叹气。麻烦三花娘娘看家。你去哪里？去找人。找谁？昨晚害我们的人。
三花娘娘跟你一起。一人一猫共同出了门，在屋外查探一番，见昨夜那2只夜叉翻墙进院之处已被勾着毁得乱七八糟，他不免有些困恼。按照契约，这是要向宅主进行赔偿，或在退租前为人家修缮好的。宋由看了看，便转身走了西城泰安寺。广弘法师站在万佛宝殿前，目光平静地看向远处，手中念珠一颗颗转动着。广弘师傅，阿弥陀佛。但凡有相识的香客路过向他打招呼，他也都低头微笑回应，可内心却不如表面平静。前夜派出夜叉前往城中寻那管闲事的修士麻烦，却再也没有回来，而且不声不响就与自己失了联系。广弘法师知晓对方不简单，却实在难以甘心，心里抱着也许对方只是恰好看出这是纸夜叉，又恰好知晓该用火克制，这才先胜一筹的想法。昨夜广弘法师又派出了自己供养多年的梦鬼，开启第2次斗法，却不料3更时施法，到了5更梦鬼尚未归来，直到天将大亮方才迟迟而归，竟是对方在门口贴了一张符，仅这张符便让梦鬼徘徊于门外，焦急不得而入，快天亮了才不得不回来。梦鬼常入人梦境，可以造梦，或是噩梦，或是美梦，是他骗去香火的一大帮手，也可梦中取人性命，神鬼不知。借寺庙香火供养多年，梦鬼无论本事还是智力都不是寻常妖鬼可比的，却被小小一张符拦阻住了。广弘法师当即心惊不已，除了夜叉与梦鬼，他已没有多少本领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中午，宋由一身就袍拾阶而上，香火真盛。宋由作为出身道观的修士，且身为一间道观的继承人，和这里的僧侣算半个同行，此时看见这么多香客，他的第一想法就是按伏龙观的营收模式计算每日能收多少香火钱，比不得啊！如是想着时，宋由已在寺院中逛了一圈，走到了最中间的万佛宝殿，浓重的香火气扑面而来。只见中间的万佛之祖宝相庄严，周边的菩萨们或慈眉善目，或悲天悯人，两旁的护法神则威严怒目。不少香客跪坐于蒲团之上，男女老少都有，杂乱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有请菩萨帮忙治家人重病的，有请佛祖保佑生意顺利的，有望子成龙的，也有生不出孩子的，欲望哀求声声入耳。佛前不缺3炷香，人生何止万种愁。纵游叹完了气，目光左右看了一遍，却并未在此处见到任何僧侣。看看时间，已是饭点了，走吧，去五官堂。那是什么？吃饭的地方。你要去吃饭了吗？也可以。纵游想到这里，忽的又停下，往功德箱里投入了几枚铜板，这下便是决定了要在这里吃个午饭。法师，我可以坐这里吗？广弘法师下意识打量了眼宋游，他在泰安寺地位不低，在众香客心中也是如此。即使泰安寺僧人和香客一同用饭，但为表尊重，多数香客也是不会和他坐一张桌子的，往往只有贵客才有胆气前来，或受到他的主动邀请。施主请便。多谢。宋游微笑着坐下，与广弘法师、别的2位僧人和3名贵人同桌用餐。与此同时，同桌人相继吃完，拱手告辞离桌而去。不过广弘法师有些心事，吃得慢些。广弘法师，阿弥陀佛，施主认得贫僧？认得，不过广弘法师好像并不认得我。贫僧健忘，不知施主尊讳。姓宋名游。谁？无忌纸铺的纸挺好用的，足下便是靠他找到贫僧的。差不多。每日去无忌纸铺买纸的人那么多，足下怎么断定是贫僧呢？无忌纸铺有一批纸，因幼而顽皮，无甚将染布的颜料撒入其中，纸张有些偏红，不知法师注意到了吗？你怎知道的？法师和我刚好买了那一批，而那一批纸产的不多。我去问了店主，那段时间来买黄麻纸的只10几人，买大张黄麻纸的大概也就几人，店主认识且能记住的也就3人罢了。足下挨着去找过了，在下很有耐心，不过即使没有黄麻纸，法师昨夜又令小鬼来访，仅凭这小鬼，在下也完全可以找到法师这里来。不知足下是如何破贫僧夜叉之法的？在下精通活法。足下意欲如何？法师在泰安寺多年，既有修为又有道行，何必惊慌？法师忌讳使纸夜叉，不知可有纸马纸驴之法？纸马纸驴？然也。有当如何？没有又当如何？若有的话，在下想向法师请教。没有呢？看来是没有了。本想着这和尚既然有纸夜叉之法，也许能从他这里学到纸马之法，能为自己省下不少力气，将来也可以充实伏龙关的法术库，如此绕他一命也不无不可。法师是佛门中人，
本该心怀善意慈悲才是，可法师借他人之手，在城中大肆盗取宝物也就罢了，被人破了遁地法后，竟又怀恨在心，派夜叉意图加害，实在难以说是佛门中人。在下很好奇，法师每天面对这些佛陀金身，难道就不心悸吗？心悸不过是一座座泥像罢了，你我心知肚明，佛陀不在此，菩萨也不在此。也是，不过也只是无人通禀罢了。足下何意？法师保重。广弘法师皱着眉头看他背影远去，就这么走了，还是在玩什么手段？等回过神来，他一扭头，却发现方才自己二人已走到了万佛宝殿门口。广弘法师惊觉，往常那些熟悉的金身佛像，一下好像全都变了模样，竟好像全都瞪着自己。广弘法师惊骇惶恐之下，心脏砰砰直跳。广弘法师不由喊出声来。众多僧人、香客乃至借宿于此的江湖人听见声音，都连忙赶来，却只见德高望重的广弘法师全身由内到外燃起了火焰，烧得他满地打滚。贫僧有罪，贫僧知错，佛祖饶命。宋友走回甜水巷，刚巧碰上罗捕头，又听说罗捕头正有找自己的想法，便将他请进了院子。先生家中院墙昨夜损毁严重，可是遇到了危险。不知那遁地贼人审问的如何了？这几日我们一直在审，那贼人所盗赃物也追回了一部分，不过说来有点巧妙，我们所追回的都是些金银珠宝、古玩字画，至于各大贵人府中私藏的珍稀药材，却全都不得而踪。那贼人只说自己为了修行遁的术，全部吃掉了。都有些什么药材？千年灵芝、几百年的老山参、上等龙骨之类的，都是些年生久的药材。断不可能，那便是此贼藏起来了。我们除了追问赃物，也审过他的遁的之法从何而来，而他竟说是从祖父遗物中找到的一本古籍。宋友也知晓他在咨询自己，遁地之法虽有缺陷，但并不简单，反而妙处不少。没有相关基础的凡人自行参悟，怕是不仅进展极慢，练习过程中也很可能出危险。不过宋友却没必要和他说这些。说来也巧，今日我去了一趟泰安寺，恰好见到一桩奇事，想要说给班头听听。哦，愿闻其详。班头曾请教过的广弘法师，今中午竟在万佛宝殿前自燃心火，期间大声向佛祖请罪求饶，但只一会儿功夫，那火就把他烧得干。所以这人啊，真不可做亏心事。班头不妨将这故事讲给狱中那贼人听听，兴许能打动他。罗捕头登时睁大了双眼，脑中疯狂运转。良久，他唰的一下站起身，又对宋友拱手：“罗某知晓了，多谢先生指点。”客气。罗某还有公务在身，这便告退。慢走。罗捕头转身往外走，脚步很快。罗捕头早知道宋先生是真高人，自己前来请教必有收获，却是没有想到这收获竟有如此之大。那秃驴竟敢如此戏耍于我！秋高气爽，正是外出寻访的好时节啊。你讲什么？我们该出城逛逛了。去哪里？去寻访当地高人名士。昨日听罗捕头说，出城往西有一个县叫思远县，思远县新庄有一老鹰山，住着一位奇人，不如我们去拜访他吧。宋友换了那身能给自己带来方便的道袍，就径直出城往西而去。沿着官道翻了不知几座山，路有几十里，亭台3、5座，烟村10余家。宋友不由有些感叹，这个年代访友访人真是困难，难怪能留下那么多优秀的离别诗。要是我们有一匹骡马就好了。我们到了。宋友停下脚步，三花猫抬头随他看去，眼前是一间竹院，竹排围墙，茅草为顶，篱笆为院，有几只鸡在院子里啄食。宋友轻叩门扉，有童儿来开门。先生找谁？在下姓宋，名游，字梦来，灵泉县义山人，前来拜访大师，不知大师可在？先生是我家师傅的旧识好友，还是慕名而来买木雕的？慕名而来。你来拐了，我家师傅不在家。不知大师去往何处，几时回来呢？师傅去砍树去了，我只知道在这座山里，但具体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天黑之前会回来。多谢。宋友向童儿拱手道谢，稍作思考，便带着三花娘娘往那大山而去。他欲穿花行路，直入白云深处。这山巍峨雄壮，却又连绵成片。宋友沿着砍柴的路往山上走，不觉已身处云雾之中。此时视线受阻，几丈之外便不可视物，于是快走几步，眼前开朗，天空是无比纯净的蓝，如同一个半圆的罩子，身后云海翻涌，波涛层层。宋友问了山中樵夫，又问了山中野兽，却只是收获了满眼的风景，并未遇到那位善于木雕的孔大师。下山时正好黄昏，孔大师已回了家，这次再去拜访便见到真人了。在下姓宋名游，师傅取自梦来，
灵泉县义山人，慕名前来拜访。上午听说大师去深山里寻木砍树了，一时兴起便前往山中寻访，可惜缘分不够，不得相遇。哈哈，这山这么大，先生从哪找我去？先生还请屋中一坐，却之不空。洪大师先与宋由寒暄几句，很快目光就被这只三花猫所吸引了。忘了给大师介绍，这是南华县猫儿庙的三花娘娘，乃我下山之后偶遇，与我相约作伴，一同游历红尘。大师只把她当做一个人来对待的。洪大师细细品味着其中意味，工匠到了极致便可通神，也是没有错的。而对于孔大师这种人，鬼神妖灵之说，在他这里却是更离谱的事都发生过。孔大师当即就明白了这位客人很不一般。先生早上进山，傍晚才归，山路难行，不知中间可有吃饭？中间遇到山野金猴，厚着面皮请他带路，摘了几个野果子吃，口味也还不错。登阳，师傅，去杀鸡。好，天不早了，两位客人回不了城了，就在老朽这里吃顿便饭吧。今天运气好，在山上捡了一些菌子，炖个老母鸡能把舌头都掀掉。吃完后，客人就在老朽这里睡。多谢孔大师招待。大师当不得，折杀老朽了。外头已经响起了老母鸡的叫声和扑腾声，很快又停歇下去。鸡汤炖好时已经掌灯了，宋由记不清喝了几碗汤了，只知道喝的肚子里全是水。今夜有星辰，油灯摇晃，客人们吃得满足，孔大师心里也舒畅。见得童儿把桌子收拾干净，他才对宋由问道：先生从灵泉县来？从义都来。怎的从义都来？代诏有所不知，在下出自灵泉县阴阳山伏龙关，关中有传统，每代弟子都需下山游历，短则3-5年，长则数十年。又因在下自小在山上修行长大，对世事了解有限，师父便命我下山游历，为期20年，以观世界。如今才刚走到一步。是这样。孔先生点点头，眼中若有所思。这下怕是遇到真正的隐士高人了。只是不知先生远道而来寻访老朽，所为何事啊？可是想购一木雕回去？若是如此，先生尽管挑选，老朽皆赠与先生。在下曾听人说，孔代诏木雕技艺登峰造极，早年前曾有木雕活过来的事情发生。在下对此好奇而仰慕，于是特意从义都前来拜访，想要见识一下这令木雕而活的通神技艺。哈哈，那不过是世人误传而已，哪有木雕活过来的道理？愿闻其详。年生太久了，只隐约记得，当时老朽应城中陈大官人之邀，雕了一只苍鹰，因太过活现，旁观的人看得心惊。随后屋外风来，那鹰便从凳子上掉了下来，吓坏了不少人。大家都以为他活过来了，其实没有世人爱听这类故事，慢慢就将故事传成了他们爱听的样子。竟是这样，让先生空跑一趟了。代诏哪里的话，只山中一行，或是与代诏夜谈，或是这锅鲜汤，哪怕只有一样，都不算空跑了。只是代诏屋中众多木雕，却都尚未雕刻双睛，又是为何呢？先生有所不知，这死物一旦长得过于逼真，细看便有大恐惧。原来如此，先生早些休息吧。麻烦代诏了。不麻烦不麻烦。晚上没有别的活动，油灯一灭，便只剩下满天星斗。宋由盘坐床榻之上，没有关窗，便让苏风入房来，看外头繁星与群山，等着困意来。三花娘娘有事吗？那个老人总是看我。我曾听说，擅长画画的人看见山水奇景，便会忍不住停下，将之画下来。想来擅长木雕的人也是一样。三花娘娘长得好看，又有灵性，那孔代诏应当是想照着三花娘娘的样子雕一个木雕，但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开口。为什么？这要问他了。三花娘娘这就去问。宋由连忙叫住了他。不出意外，随后又是一堆为什么。此夜长长，倒也好眠。宋由醒来后，在床上找了找三花娘娘，发现她已不在房间了，推门往外欲去晨露，可刚走出客房，便见堂屋之中有人雕刻孔大师背对着宋由，而在他面前的板凳上，一只三花猫坐得端端正正。大师聚精会神，不觉身后来人。宋由义屏住了呼吸，不敢出声惊扰。待得孔大师放下刻刀时，面前的木雕虽然仍没有雕刻眼睛，却已仿佛活了过来。先生睡得可好？好极了，多谢款待。你是怎么知道他在里面的？孔大师被惊了下，早已知晓此猫不凡，没有成神也成精了。今早与他商量之时，他也完全听懂了人言，可现在却是第一次听他说。代诏何不刻上双眼？不点双眼已有神韵，何必再点双眼？先生与三花娘娘都非凡人，老朽便与先生说实话了。昨日夜里哄瞒了二位，
其实雕木成活确有其事，那是老朽40岁时的事情了。不过老朽也只是一匠人，虽有此奇技能带来名声，但这般技艺却是有违天和的。若是随意使用，遍地木人乱走，木狗狂吠，怕是要出烂子。原来如此。其实昨夜他便知晓了，只是老先生对他好生款待。当知晓老先生并不愿意透露此事之后，他又怎么好为了增长见闻修行而过多为难老先生呢？况且人们看过稀奇，便难免对老朽生出畏惧之心，恐当怪物来看。因此自那之后，老朽所刻之物但凡有了灵韵，皆不点上双眼。若有外人远道来访，也都说那只是3人成虎，误传罢了。大师所言有理，不过有一点宋某却是不赞同的。大师是匠人不假，可实在无需妄自菲薄。大师技艺已然通神，有此神技，便与神人也无异了。先生慎言，举头3尺有神明。请大师点睛。先生可别怕。大师说笑了。宋某也是一山野艺人，知晓这世间奇迹，每一项都是绝顶天赋和半生努力才有的登峰造极。有此神迹，说明大师于此一道已是当世之巅。宋某只有仰慕敬佩，又如何会生出巨意呢？先生果真仙人也。孔大师遂持刀入木，刻上双眼。这木雕的猫从活灵活现，神韵十足。从木猫逐渐变成了活的，扭动着头，左顾右盼。开始还有些僵硬，很快就活动自如。将屋中几人全都看了一遍之后，他惊呼地跳下木桩，闪电般往外跑去。他跑掉了，快拦下他！那木猫立马停下，待看见叫他的是宋游，便如一只真猫听见熟人呼唤一样，转身朝这边慢吞吞走了过来。在他走过来的这短短几息之间，甚至可以看到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逐渐由木质转为毛发。木猫已与真猫无异，肉眼是辨不出来了。去寻你的天地吧。搅扰一天，承蒙大师招待，受之有愧。如今技已知足，宋某也该返程了。至于那猫，大师大可不必担心，宋某已为其补足了缺少的灵韵，即使有修为道行不弱于宋某且精于此道的高人再来，也无法再看出他曾是一块木料。告辞了。于是携猫而行，不再回头。到义都时，天已黑了，不知不觉便过了一夜。宋游睁开眼时，已是次日清早。秋分了呀。分是平分之意。秋分之时，世界各地昼夜几乎等长，阴阳之气同强同弱，世间灵韵协调，达到完美的平衡，是极为玄妙的一个时节。昨夜宋游倒是捉到了天地之间的那一抹妙处，也捉到了这一抹协调玄妙的灵韵。扭头看去，只见卧房门口一只三花猫端端正正坐在门槛前边，也没见有什么表情，只是直直地看着他。不知看了多久，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三花娘娘做什么？三花娘娘可愿化为人形？三花娘娘修为不够，还不能化人。三花娘娘可请化人？三花娘娘是想的，我便赠三花娘娘一点造化，还请三花娘娘不要闪躲，细细感悟。宋游随手一摆，手中那丝流星似的灵韵便凌空朝三花猫飞去，在大白天也清晰可见。若是夜晚，想必会更没几分。哎，怎么回事？是他自己躲的。便见三花猫意外地往旁边蹦跳，而流星也转了个弯，紧追不舍，终于还是没入了他眉心当中。宋游则面露无奈之色，妖怪精灵若想化形，要有一定道行，但也不是只要道行，不是道行够了，自然就能化形，还要一点契机，一点造化，一点灵妙。寒露过了又霜降，天气由凉转冷了，三花猫仍是猫的样子。天冷了，总缩在温暖处。某日下午，北瓦子云说棚，北瓦子就是宋游常去的瓦舍，一般下午是张老先生说书，有时还会有一位先生来讲史，晚上则是程五郎的队伍来说混话，有点相声的意思，也是找个乐子。只是天气一冷，很多人就不想出门了。宋游正常出钱，却做了个不错的位置，一边说书一边唱曲，都是专业人，声音各顶各的洪亮清晰，两种声音此起彼伏，有时在耳朵跟前打架，有时倒也能结合起来。宋游听见身边有一声轻笑，转头看去，是位很有风度的士人，看岁数50上下，皮肤很好，鬓有银霜，胡须打理的一丝不苟。这个年纪还头戴簪花，实在风流，怕也是个名人雅士。这人却坐在自己旁边，只隔了一个位置。
再看这间勾栏，也只卖了3、4成座，大有空着的位置。宋由心中便已然明白了，这老先生说的倒好，只是故事未免偏差太大。官人是为此而发笑。足下听见了。宋某耳力还行，让足下见笑了。于某并无对台上先生轻蔑之意，只是恰好知晓蓝水一战的经过。台上先生所讲差距虽大，却更精彩有趣，不由得想，于某知晓的只是蓝水一战的真实经过，而台上先生知晓的却是台下世人想听的故事，一时觉得其中有妙趣，这才轻笑出声。愚公不必解释，足下常来此处听书，得闲就来。这勾栏里的故事还是假的为多。故事虽有真假，可但凡存世的事物，又有哪样是虚假的呢？真中未必有假，可假中必定有真。多，还请指教。愚公先前不也说了，愚公知晓真实的蓝水之战，台上先生知晓的，这是台下世人想听的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愚公若要觉得台上先生所知之事比愚公所知更为浅薄，也不无不可。原来如此，在下姓于，名何子坚白，原是京城人士，敢问足下尊贵。愚公若不认识宋某，又为何来找宋某？先生又怎知于某是来寻先生的？愚公若只是来听书的，该坐那边才是。原来如此，实不相瞒，于某此前听闻先生泰安寺一事，后又听闻先生曾在金阳道上出轨，不由心生仰慕，想与先生结交。于某多番打听，听说先生常去松庐外听琴，便去松庐外守过几日，可惜未能得见，以为先生是喜好清静，不想被打扰，便有段时间没再过去了。若对先生有打搅之处，还请先生见谅。若先生喜好清修，不喜与人结交，于某这便离去。我也不是天天去松庐的，那便是当时与先生无缘，相见即是有缘。此处喧闹，不是谈话的好地方。先生常去松庐听琴，想必也钟爱此道。正好于某与那松庐杨景生有些交情，先生若是愿意，听完这回之后，于某便请先生去松庐一坐如何？也好做个中人，将那杨景生介绍与先生相识，岂不美哉？多谢愚公好意。不过宋某只是喜好杨公的琴声，并不知杨公为人，对于结识杨公一事也并无兴趣。原来如此，宋某倒有疑问。先生但说无妨。愚公既然觉得宋某喜好清静，不想来打扰，为何今日又特意前来寻访呢？说来惭愧，于某对仙道长生十分向往，这段时日时常想起先生，彻夜难眠，实在按捺不住。前几日便又去了松庐，没有见到先生，今日这才来北瓦寻访先生。愚公找我是想求仙道长生。于某向往多年，愚公真是高估宋某了。宋某尚且看不到仙道长生的影子，又如何能相助愚公呢？于某只想求一答案，先生既是世外高人，可否告知于某，这世间可有长生之道？宋某也只是凡人而已。先生可见过有人长生？多长算长？天地同寿。天地初开时，这世上还没有人呢。日月同生呢？日月出生时，这世上也没有人。可有仙神？我猜没有。是的。那千秋万载呢？宋某也只是凡人。于知州不由露出失望之色，宋由则摇头笑了笑。此人文气非凡，官气也非凡，益州虽大，怕是留不住他，京城庙堂才是他该去的地方。而听他说的第一句话，便很得宋由心意，觉得这果然是个不俗的人，可却醉心于仙道长生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宋由把头转向了前边，没有再与这于坚白说话的意思了。三花娘娘化形成功了。三花娘娘化形成功了？怎么化形成功的？她自己化形成功的。三花娘娘不是大猫吗？怎么化形成了一少女？她自己化成的。那三花娘娘又是怎么知道穿衣服的呢？三花娘娘看你已穿，身上不长毛的人都要穿衣服。原来如此，我该给你买些适合你的衣服。我要和你穿一样的。那不行。为什么？宋由花了很长时间才与他说清，于是又外出为他买衣裳。等到三花娘娘穿上合身的衣裳，看上去总算顺眼多了。晚些时候，外头忽然有敲门声。三花娘娘既已化成人形，便帮我去开门吧。若是认识的人，就请他进来；若不认识，就问他找谁。他找谁？不知孟来先生可是住在这里？不认识。先生不住这里。哪个先生？宋孟来，宋先生。三花娘娘一下不说话了。宋先生他是认识的，但是宋先生没有教他后面怎么做，直到身后宋由走来。在下宋由。
见过先生，小人从于监白于知州府中来，替我家知州送来薄礼，并替知州带话，感谢先生下午在瓦舍与我家知州答对，愿下次还有机会与先生倾谈，请先生务必收下。下午不过兴起而谈，不止愚公尽兴，宋某也有所受益。愚公又为何特意派人来赠礼？况且礼物贵重，宋某如何能收？不过区薄礼，再贵重也是凡物，而我家知州与先生相谈却是世间难得。况且文人之间相赠文物本是雅事，并不算作俗人的礼轻往来，还请先生不要推辞。你倒是个能说会道的，先生莫要为难小人了。先生若不收下，即使知州不责罚，小人怕也内心难安。宋由笑了笑，又想了想，便也将之接过。替我谢谢知州。小人告辞。以后你变成人形的时候，对外我就说你是我的童儿。为什么？找个说法。是烧了的柴。是墨。三花娘娘既已变成人形，便帮我研墨吧。什么是研墨？就是像我偶尔写字时那样，在砚台上加水，用这墨条研墨，把水变成黑的。什么是砚台？就是装水的那个。那好吧，先加水嘛。三花娘娘怎么知道？三花娘娘看你是这么做的。仅见过几次就能融会贯通，如此智慧实属难得，宋某佩服不已。好了，谢谢三花娘娘。不用谢。宋由想了又想，才抬笔落字，见字如晤，展信书言，墨香宜人，诗字反光，落下的每一笔都精致极了。向师傅讲述着下山以来的经历感悟、修行收获，也讲了三花娘娘北城小院天已黑了。宋由的信早已写完，叠好放在了桌面上。他与又化成人形的三花娘娘相对而坐。三花娘娘可会什么法术？三花娘娘会捉耗子。那是三花娘娘的本事，却算不得法术。三花娘娘会吃香，能记得每个给三花娘娘上过香的人，能找到他们。那是三花娘娘的神通，也算不得法术。况且三花娘娘现在已经远离神道，久了不吸香火，神通自会慢慢散去。如今三花娘娘既已化形，不如我便教三花娘娘学习法术，怎么样？好啊，好啊。三花娘娘想学什么？什么都想学，只能选一样。为什么？学习法术并非一朝一夕，耗子也得一口一口的吃。况且很多有真道行在身的高人隐士，一生也只会一两样法术，便足以纵横天下，甚至被人立了像，奉为一方神灵了。此道贵精，不贵多。那你会什么？我有火行之法，下可烧阴鬼，中可烧妖人，上可烧神魔，到了极致，便如火阳真君，焚一方成果也不是不行。这个好，这个厉害。想学吗？学了是不是就不怕冷了？你看我怕冷吗？那我不学了，学其他的。我有水行之法，可以修为深浅，可在水中呼吸自如，可起波涛，可降雨雪，到了极致，便如烈海真君，可令大河改道，四海变色。学了是不是就可以下水捉鱼了？捉鱼用不着此法，凡人不下水也能捉鱼。那我学其他的。我有土行之法，还是随修为深浅，可先土成墙，可点石成冰，可坐山为神，到了极致，便如后土天尊，可起山现谷。这个难不难？几年就能入门。你学的厉害吗？略有涉及，不如火行。那我再选选。我有木行之法，可助万物生长，可反季催花挂果，可枯枝出芽，到了极致，便如长春仙翁，可起死回生，青春不朽，长生不老。猴子肯定喜欢这个。我还有金黄之法，可吞刀断刃，可点石成金，可指地为钢，到了极致，便如金灵官，刀枪不入，无坚不摧。若不喜欢，我还有符箓之法，可驱鬼避妖，可炸雷取火，符文千万种，妙用无穷。我就是妖。我有通灵之术，可与鬼神交谈。簪花娘娘不喜欢和神讲话。随后宋由说了很多术法，有巨兽调琴之法，可调遣野兽山禽乃至世间珍禽异兽为你所用；有造梦之法，下可入梦托梦，中可造梦困人，上可知梦于天地。世人生活其中而不得知，直到最后三花娘娘都没选出结果。知州，小人回来了。先生可收了？先生收了。让你去果然没错。知州过奖。收了就好。于知州摆了摆手，让他下去，随即陷入沉思。晚上睡觉时，于知州迷迷糊糊之际，他居然听见有人在唱歌。于知州从床上坐起，正是月光入窗，刚刚做了一梦，梦里听见玄妙的歌，迷迷糊糊之际还记得一些词调。惊奇的是梦中的内容，意思他却记得清楚。但行好事，莫问鬼神；但过今生，莫求长生。三皇五帝归何处？历代公卿在哪方？青史上
这时于之洲明白了，这不是自己做的梦，这是先生与他记梦来了。先生又告知了自己，为自己指了另一条路，是那三皇五帝历代公卿的路，清史上留有他们的名字，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长久？糊涂啊糊涂啊！是只黑猫，像三花娘娘吗？三花娘娘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只知道自己是三花猫。照着三花娘娘画，不是三花猫，我只有黑墨。原来三花娘娘长这个样子，和庙里的泥像一点也不像，和木雕也不像。三花娘娘想了一夜，想好自己要学什么法术了吗？想好了，选得很好。我当年第一次学法术，也是学的这火行之法。水是生命的根本，火是文明的起源，每个修行者都该参悟水火之道。三花娘娘也是这么觉得的吗？火暖和，厉害。差不多。我什么时候开始学？让我想想，趁着天气尚未严寒，我想去一趟城外青城山，拜访我家师傅的故交，也请他帮我带信回去。今天出发的话，明上午或许能到青城山脚下，寻得道观得到晚上了。总之来回不过3-5天，3-5天后，我便教三花娘娘最简单的吐火之法。吐火之法？是的。要学多久？那要看三花娘娘想学到什么程度了。世间法术本无上限，五行之法又分之极多。按我伏龙关所及法术，三花娘娘可先学吐火之法。口吐火焰是众多妖怪道人都会的手段，学得好呢，便不必再吐火，只消吐一口气就可引燃物体，再高深一点，伸手一指，火就来了。若是三花娘娘能在这条路上钻研千百年，也许火阳真君也要为你让路。千百年？若只学到吐火，便用不了那么久，也许3-5个月，也许1年2年，也就学成了。也有常人要学10几20年的。10几20年？我会好好教三花娘娘的。正在这时，外头又有了敲门声，宋友转身去开了门。外头还是昨夜那名从人。给先生道早。早上好。我家知州说，昨夜感谢先生指点迷津，我家知州已幡然醒悟，此后决心不再追寻仙道长生，只兰心为民做些好事。承蒙先生指点，我家知州本该亲自前来道谢，只是糊涂半生，实在无颜再来面见先生，想赠先生一礼，又不知该赠什么。思来想去，见冬日将至，寒气北下，恰好前日偶然得了一床不错的西方毛毡，便命小人为先生送来。不说抵御冬寒，铺在房中，进出踩着，修行坐着，冬日也舒坦一些，还请先生收下。替我谢过知州。多谢先生。便请知州好生为民，留名青史吧。小人一定带到。道士，你画的猫要被风吹走了。有三花娘娘在呢。是一块布。是毛毡。做什么的？给三花娘娘保暖用的。给我。是啊，三花娘娘介意左毛。做什么用？用来换三花娘娘的毛毡。见过先生。班头这是。老家的柿子熟了，昨日家里托人带了点来，卖相不好，可甜得很，不过带的多了些，家里人也吃不完，便带过来给先生也尝尝。多谢罗捕头。不过宋某还有一事想请捕头帮忙。先生但说无妨。昨日有幸与知州在瓦舍结缘，知州既赠墨条，又送毛毡，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思来想去，宋某想赠知州一画，作为回礼。不过宋某赶着去青城山拜访师门部了，却是不便前往。记得班头每日上班都要路过知州府邸，便想请班头行个方便，顺路带去。于知州。罗捕头当即一惊，那可是益州长官，封疆大吏，于知州名气很大，此次来到益州任知州一职，其实是被贬的，这哪是让自己帮忙代理，分明是先生赠自己的福分。在下一定带到。多谢班头。多谢先生才是。罗捕头小心拿着纸卷出门而去。我们也走吧。宋友带上行囊和信，带上三花娘娘，往城外走去。不知有谁种了桂花，半城飘香。青城山是益州乃至整个大雁西南的道教名山。福清宫是在宋友师祖那一代与伏龙关结缘的。宋友很有耐心，有三花娘娘相伴，路途上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清晰。走到半路，更好的是接连发生。先是有老者赶着牛车，见他一道人独行，顺路带了他一程，道别老人不久，又遇一商队，居然晚上就到了青城山下。于知州背着双手，站在一副刚装裱好挂起来的画前，越看越生动。寒露霜降之后，眼见的要立冬了，不仅城中百姓着急，府中的耗子也着急得很，常常在家里上蹿下跳，
弄得晚上叮叮当当吵闹得很。挂上这话，竟是一夜安静。于之洲还以为是自己睡得好没听见，可问了问下人，却都说昨夜清静，像是耗子老爷们集体休沐了。于之洲更是暗暗称奇，那朝中国师未必有此本领。宋由在山脚下的道教公观借宿休息了一晚上，一大早就顺便向公主问了福清宫怎么走，便带着三花娘娘往山上行去。不到中午，便已找到了福清宫。道长面生，在下伏龙关宋由，师承多行道人，来此访友。敢问道长访谁？贫道好进去通报。光华子道兄，道友就说伏龙关宋由来访即可。大兄，小童儿震惊了一下。光华子是福清宫现任公主，已经60多岁了。平日往来的都是山上各大宫观的观主仙师，无一不是白发苍苍的高人。再看面前这位道长，最多也就双10出头，居然称呼公主为道兄，小道童脸嫩得很，怕是刚进道观不久，并未听过伏龙关的名字，但也再不敢怠慢了，道了一声稍等，便连忙朝里边跑去。没有多久，门内道运便停了，随即是震耳的迎客钟声，每撞一声，三花娘娘就要颤一下。很快，里边传来杂乱仓促的脚步声。大门在被打开时，面前已站了一群道人。道友，好久未见，道兄身体健忘。1年不如1年了，道友快进来，这山上冷得很，是有些寒意。里边有火，正好。宋由尽量不多客气，维护这传了2、3代人的友谊。道友这是出来游历了？终于是被师傅赶出来了，刚好路过义都，在义都小住一段时间，趁冬天前过来拜访一下道兄洞府。哈哈哈，时间过得可真快。贫道记得第一次见道友，道友还在襁褓中。贫道第一次跟着师傅去阴阳山，你们馆里还只有多行道爷和黑羽道爷。记得那时贫道也才20来岁，一晃眼都多少年过去了。时间不等人，这位是与我结伴同行的三花娘娘。原来是三花娘娘，老道有礼。师傅，那伏龙关究竟是何处仙山？那宋道长又是哪方高人？我以前都没听说过，怎的见了公主连道爷也不叫一声？伏龙关是隐士洞府，你没听说过很正常。不过我们福清宫有幸与之结缘，对伏龙关却是很了解的。为什么叫伏龙关？曾有仙人降伏过龙不成？所谓伏龙关，非是降伏，而是卧伏、蛰伏之意。不是曾有仙人在此降伏过龙，而是比喻关中之人好比伏龙。伏龙隐居则天下不知，伏龙出山则天下无人能及。这伏龙关代代单传，谁也不知传了多少年，不仅从未断过，而且真当对得起这名字。每一代关主皆如天下龙凤，难有人及。宋道长就是这一代的传人。只有一个人吗？一般是师徒2人，好少。现在的伏龙关关主多行道人，好比人仙，难怪他叫公主道兄。三花娘娘早。道士早。三花娘娘去哪了？三花娘娘去吃早饭了，看你坐着没动，定是在修炼，就没有叫你。道行，今日天气不错，不如我们去山顶赏云，如何？饭后爬山，青石板上早有人迹。2人对这青城山再了解不过了，边走边为宋由介绍山中宫观。据说山上大小宫观56座，这极少数里边，大多数又只是传承一些知识经验，有法术传承的也多是些简单法术。几10年前的福清宫就是这样，在这青城山上不俗也不起眼。后来与伏龙关结了缘，这才有了如今公认有真传承有真高人的福清宫。今日天气果然不错，不过青城山并不算太高，若非山下大雾。道兄，你听说过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这句诗吗？听说过。这种仙山，世间可真有？没有见过。多行道爷走遍天下，有见过吗？应该没有。如此的话，便只是传闻了。穿着道袍的姑娘有些失望，好似心中梦里的仙气少了几分。宋由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道兄真是惬意，是有些困了。我和师妹去寻些果子来，咱们在这坐到黄昏，看完日落再回去。道兄既已倦了，在此等着即可。 2人便去寻果子去。果子还没找到，倒是见到远方山腰红光闪耀，升起滚滚浓烟，冲天如龙，起火了！应风道长惊呼一声，
昨日清晨才下的雨，此时竟起了山火。然而火借风势，才眨眼的功夫，便已蔓延开来。倒有默契。转头一看，宋道兄已站了起来，如他们一样凝视山火，却一点不慌张。宋由挥手出白星，白星划过长空，落入四中。山火就如受了刺激一样，顿时收缩，眨眼就已消失不见。两人一时屏住了呼吸，惊为天人。此后一下午，两人都毕恭毕敬，比在师父公主面前还要乖巧几分。一直待到黄昏后，三人方才下山，只是回了道观，各自师父问起他们相处如何，可有了交情，他们却都不知如何言说，只觉这宋道友比从师父口中听到的几十年前初下山的上任伏龙关主道恒还要高深不少。晚间吃过晚饭，宋由便已掏出自己准备好的书信。道兄，我还有一事所托，出来已过了一季，写了封信，想请道兄明年春天捎带回去。原来如此。房中油灯摇晃，灯芯焦红。三花娘娘在木桌上踱步，也不知走个什么。道士，你今天修炼的时候好冷。因为汲取的是东藏灵韵，有静气。那是什么？说来话长。你这个修得快吗？有人快，有人慢，即使是我，也有时快有时慢。原先在道观修行便中规中矩，下山之后天地开阔，便一日千里。为什么？说来玄妙，不过三花娘娘是妖非人，无需学习这些，只需照常吐纳即可。知道了。宋由露出微笑，也许是两世为人，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已越来越不喜欢复杂的东西，越来越喜欢简单的事物，觉得和三花娘娘说话更轻松有趣，哪怕说的话毫无营养。三花娘娘，我们后天回去怎么样？你决定就可以了。你我既结伴而行，这么大的事，还是要和三花娘娘商量一下。明天要去帮人家解答一下道法疑难，这是别人招待我们几天的回报。那就后天。次日清晨，宋由只为道长们解了疑难，晚上便向光华子表明了明日就将回城的想法。任众人挽留，他也毫不动摇。又过一日，宋由清早摸黑下山，从凌晨走到黄昏，夕阳西下时已离异都不远。宋由想了想，此时已然入冬，夜里借宿寒冷，不如趁月光再走一程，于是一口气走回驿都。院中又有敲门声响，宋由开门一看，外头是罗捕头。见过先生。班头不冷吗？习武之人又走动不停，不冷。快请进。我家七弟游手好闲，最近又迷上了钓鱼，今日去钓了半天，回来的时候冷得直打摆子，却只钓了这么条小鱼，还没有2指宽，竟敢说拿回来我们煮汤喝。哈哈，我干脆拿来献给三花娘娘。有心了。原本他来小院拜访先生是不会给三花娘娘带礼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天，他来找先生求问言鬼之事，忽然见到先生院中多了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女童，时能见到猫，有时能见女童。再联想起三花娘娘平日里的神韵举动，他便也渐渐明白怎么回事了。先生，过几日就是岳王庙的庙会了。过几日？过3日，初3。已经是腊月了。现在岳王庙那边已经有很多人到了，不过还是要初3过后才最热闹。先生可有什么想买的？这庙是鱼龙混杂，可需要在下为先生当个向导，在下手下还有一群人，可给先生做个苦力。到时看看再说。先生若有需要，来敲门就是。那便先行谢过班头。先生客气了。又聊了一会儿，才将罗捕头送走。庙会又叫庙市，是香客祭拜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型购物节。岳王庙的庙会就是一州影响力最大的庙会，之所以定在腊月初3这一天，是因为腊月初3是传闻中岳王神君的诞辰。道士，庙会很好玩吗？不知道，希望有趣。你好像很喜欢庙会。很热闹呢。庙会上有很多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像是会把戏的奇人、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我们不仅可以去看几天的热闹，还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再买匹马骡。买马？是啊。我们买一匹马。买一匹马，也可能是一匹骡子，以后才好游历天下。腊月初3，三花猫很早就站到了宋由的床头，对着他那一张脸看了很久，见他没有要醒的样子。道士，道士，道士。三花娘娘，你干嘛？看你怎么样了。我只是睡着了。快起来，去逛庙会了。不急不急，早点去，不然马都被人买完了。那就算了。
快点起来，快点快点！宋由只好起床，穿衣洗漱，才花了1刻钟的样子。三花娘娘是变成猫的样子出去，还是变成人的样子出去？你说呢？庙是人多，猫太小了，恐怕会容易踩到三花娘娘。三花娘娘若化成人形，便可与我同行；若用猫的样子出去，便只好由我抱着三花娘娘去逛了。化成人形，请去你屋。道士，给我找衣服。折腾一番，终于出门。岳王庙在东城，要走一段，正好走远一点，找家没吃过的店吃个早饭。接着在三花娘娘的紧盯式催促下，往东城走去。越往岳王庙走，人气就越重。在这年头，祭祀是天大的事，少有事能比祭祀更重要了。宋由便偶然遇上了来赶庙会的于知州，只是他没有上前招呼，而是如其他民众一样停下脚步，看着于知州和他的从人们远去。那是知州大人，还能有谁？知州大人的仪仗就这么点人，今年这是怎么了？去年可都牵了半里地那么长。谁知道呢？宋由听着只露出微笑，让过知州一丈，再往前几步就能看见岳王庙了。人还没到，已先听见了吆喝声。走江湖闯江湖，卖钱不卖钱，摊子先扯远，大家走过赏个脸，光是看不出钱。途经宝地，怀里无钱，肚皮乱叫，先来卖点草草药，账登高，10个人去采，9儿把命消。宋由跟其他百姓一样，忍不住在原地驻足，听着那顺口溜一般诙谐幽默的吆喝声，嘴边露出笑意。三花娘娘跟紧我，在哪里买马？不知道，先找找。一大一小2道身影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走，这一路真是开了眼界，有耍杂技的，有耍猴的，有玩神仙锁的，有喷火的。起初喝油喷火只让大家觉得热闹，给庙会的热闹又添了一分热闹。可很快围观者便发现不止如此，那人嘴中的油早就喷干净了，但只消他凑在火把前大喷一口气，便又是火焰如龙。众人这才明白那是真本事，于是满地铜子儿叮当。有变戏法的，宋由每到一处都会驻足片刻，而三花娘娘起初还心心念念着买马，渐渐也被这些戏法吸引，只乖巧跟在宋由身边，睁大了他的眼睛，盯着这些热闹看。看完刚准备走，宋由忽觉异样，伸手往怀里一摸，那半吊子钱还在，可2块官银竟是不翼而飞。宋由又转回来，看向那仍在变戏法、表演搬运之术的中年人，再看周边，喝彩连连。即使旁边客栈上也有人往下丢钱，他没说什么，只在此稍事等候。逛了这么久，早已过了中午。这些耍把戏的、变戏法的江湖人一个接一个的停下，说要准备吃食，围观群众也逐渐散去。宋由这才走向那名江湖艺人，足下餐食丰盛。看官找咱何事？咱们要吃完饭才会开场了。不是大事，就是方才在此处看足下戏法时，身上掉了些银子，不知足下看见了没有？看官掉了银子，该去报官才是。这庙会人多杂乱，难免有些贼人混迹其中。看官不会见咱会使些戏法，本真以为咱能将东西凭空变无不成，莫不是要诬陷咱们？在下只是见足下一手招来挥去之法，虽不算出神入化，却也是登峰造极了，比在下造诣高深许多，所以前来请问一下。江湖艺人顿时神色一凝，其实变戏法的时候，他并未用招来挥去之法，而是纯粹的手上功夫，但他此时也没辩解否认。敢问阁下来路？在下阴阳山伏龙关，宋由。原来是魏道爷，失敬。不敢。道爷所失财物几何？20两官银。江湖艺人立马转身对身边人挥手，既没有大方承认财物为自己所盗，也没有再否认，只让手下人拿钱。2块束腰蜂窝银不是丢的那2块，数目却是对上的。宋由掂量了2下，将之收起。只能说江湖中人善恶难讲，但多少都有些讲究。多谢。多有得罪。不过在下还有疑问，足下既有此本事，为何做这行当呢？道爷说笑了，这招来挥去之术本就是江湖戏法生变而来。再说这年头，我们就这一样本事，除了这一行，还有更来钱的行当吗？还是道爷觉得装作个高人大师去骗那些贵人，比这更光彩更轻松？有理。咱们也有咱们的规矩，咱们只取官银，不取铜钱碎银。若被高人看穿，或是有人有所猜测，但凡能找到咱们面前报上个来入的，一概退回。
原来如此。宋由不由得想了想，大验官银10两起铸，只取官银，不取铜钱碎银，一方面是方便携带，一方面也可以由面值来排除掉穷苦人家，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心态。足下就不怕官府盘查吗？道爷莫不是在与咱说笑？我是好奇，足下变的就是这类戏法，若遇上有经验的捕头，出了这档子事，恐怕会第一个怀疑足下了。道爷被自己的锁石困住了，在多数人眼里，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法罢了。就算知晓其中有鬼，又有几人能想到隔空取物呢？就算有人能反应得过来，我们早已离去。原来如此，多谢指教。道爷可还有事？那便告辞了。道爷可不敢报官。这汉子很生动地告知了他不要被锁石困住。这汉子又是个讲究的人，宋由虽不是江湖人，却也愿意陪他讲究一回。这次就不报官了，只是讲究归讲究，也不能化黑为白，混淆了是非。道士，你刚才在和那个人说什么？他偷了我的钱。我已经找他要回来了。找了一圈，终于找到骡马市。宋由不是个会相马的，但他也有他的挑选方法，只是他也没打算今天就买。这年头买一匹马好比买车，骡子也便宜不到哪去，即使是大户人家也要慎重一些的，草率不得。三花娘娘的眼睛早已被路边那些大马大骡所吸引，就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宋由只好拉住他的手。宋由选了一圈，实在没选到中意的。我们还不买吗？没有中意。三花娘娘叫你早点起来吧。是我错了。宋由打算再看2天，实在挑选不到合适，就买一匹小毛驴，牵着毛驴游历天下，想着也是美滋滋的。逛了一天的庙会，怎么能不去岳王庙里烧炷香呢？正好此时人也少了，宋由便带着三花娘娘往庙子走去。一大一小跨进神庙，里头一位神君，虎背熊腰，七彩神衣，一脸正气。神君在啊！宋由摸摸三花娘娘的头，上前施礼，算是见过，随即点香敬上。神君既在此处，不知可有见到外边宵小为非作贼？斗胆了。出庙没走一步，天色都更晚1分。一大一小行至天水巷院前，却发现门口已有2人等候。2人穿着厚厚的道衣，手里牵着一匹马，正是福清宫的应风雨出云2位道长。2位道长怎到这来了？见过道兄。这是三花娘娘。见过三花娘娘。师祖知晓道兄要游历天下，又缺一骡马，今日岳王庙会开始，道兄必去寻买骡马。然而近来北方边境缺马，师祖猜测道兄多半选不到中意的骡马，正巧我们也要来赶庙市，买些东西，也与异都的道长们做些交流，又正巧宫里有位香客有些关系，师祖便让我们牵了一匹驽马来赠与道兄。不说供道兄启程，就是在漫漫长路上能为道兄分担些行囊负重也是好的。我们还一直担心呢，担心等我们寻到道兄，道兄已经买好了骡马，那样我们只能牵回去了。现在看来温馨没有。宋由看着2人，而这马虽然体型也长得不高，其貌不扬，算不得高头大马。宋由站着不动，眼光闪烁，2人便是心中忐忑，便多谢了。道兄何必客气，深夜寒冷，快来屋中烤火。不多打扰了，我们出来已久，还是尽快回去为好。我宫以西城清霄关交好，长辈都寄住在清霄关，夜晚多贼人，再不回去，长辈该担心了。在这城中还请安静一些，得了空我便带你出去驰骋。这马好吗？当然好，小院条件简陋，没有马厩，便委屈阁下暂居于此。平日里莫要滋生，明天一早我便去买些草料来。今后山一程水一程，劳烦阁下与我同行，替我驮些行囊，我也必不亏待于你。次日清晨，宋由睁眼起床时，外头已有说话声，推门而出，只见罗捕头站在竹林里边。先生可回来了？回来了。班头还没下班。又有个玄乎的案子来找先生请教。今日衙门接到许多贵人报案，说是银子莫名失窃，大多都是在看戏法把戏期间失窃的。要说这庙事本就乱，有些小毛贼混迹其中也是常事。可奇怪的是，这些人身上只丢了整银，碎银和铜板一点不少，还有些人裹得很严实，甚至有官人坐轿出行，所有钱财都放在轿中箱子里，却仍旧有银子不见了，并且只有整银不见了。班头可有怀疑？
这些江湖把戏人中，不乏手脚不干净的，也不乏有些奇异本事的。罗某怀疑是那些江湖把戏人流窜作案，其中有一伙人玩的是三仙归洞、凭空变物的戏法。不仅与此沾边，而且报案的贵人中，多数失窃都集中在看此戏法期间。想请问先生，这世上是否有类似可以隔空窃银的手段？有种法术，为招来挥去之法，学起来条件苛刻，民间流传不多，但习至高深，便可隔空取物，不为主人所觉，亦可令其凭空消失。就算如此，可此种手段难以捉摸，律法又严，若找不到证据，我们随便拿人，恐怕也麻烦。这类法术，若施术者有千里取物的本事，不说千里取物，就是百里10里取物，哪怕1里取物，也用不着来变戏法了。既然银钱是从身边人身上取走的，就算放，也放不了多余。多谢先生，这便告辞。几日后的清晨，你家也有马吗？我家没马，不过衙门有马，要用的时候去取就是。多吗？只说县衙的话，不多，不过驿站马多，若有急用，根据情况也能临时抽用。先生醒了，班头早。今早是来与先生报喜讯的，是在下来的早了，先生还没起，本打算等到中午再来与先生报讯的。不过先生的童儿非请在下进来看先生买的马，在下便厚着脸皮先进来等先生了。是别人给的，是青城山福清宫的道友相赠，我们世代交好，昨夜才送来，实在不好拒绝，只得厚颜收下。原来如此，这北原马是好马，此马血统也正，就是似乎有些先天不良，才长得矮小，足够我们用了。班头说的喜讯，可是昨日盗窃的贼人捉住了。多亏先生，昨日晚间得了先生指引，分为2路，一路去捉那江湖把戏人，一路去盘查附近可以葬人容人的地方。那时虽然庙会夜市还未散场，可那伙人已经收拾准备跑路了，眼见的众捕役就要扑一个空。这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冬日白，晴夜霹雳，硬是将大伙推了个发了。我到的时候人赃俱获，抓到就好。不负先生，在下还要审问那伙贼人，就不打扰先生洗漱了。班头慢走。时间过得很快，寒冬腊月，家家户户都开始挂上的红色的灯笼。马上就是宋由来到这个世界后过的第一个人的春节了。腊梅开得久，到了除夕这天，花都还在迎霜傲雪，凌寒独立。我们要走了吗？都说了，三花娘娘不要在化成人形的时候爬上房顶行走，会被人认成是妖怪。三花娘娘就是妖怪，会影响邻居。这间房子里没有人，这不礼貌。好吧，好吧，我们要走了吗？立春后就走。立春是多久？还有几天。为什么要立春？立春是一年之始，生气旺盛，万物复苏，是开启一段旅程的好时候。听不懂。快下来，给我拿梯子来。你明明可以跳下来。会被人认成是妖怪。宋由去给他搬了梯子来，而他环顾这间屋子，难免有些不舍。那我们这几天做什么？要请屋主来验房。什么是验房？就是这是别人的房子，另给我们住，所以我们还给人家时，要请人家来看看有没有把房子弄坏。验了房呢？要去和说书先生道别。还有呢？过年。三花娘娘知道过年。此次启程，就离家越来越远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家。初4就是立春了。初5院子刚好租满6个月。宋由想了想，没有大年初1请人来验房的道理。初2按一周习俗，又要去上坟，给逝去的老人拜年，之后还要回娘家走亲访友，干脆今日就去请屋主过来。大约1个时辰后，屋主就到了。先生，一切妥当。那我初5就走。唐某还有一事求问先生。请说。先前这院子里有些不太干净，在下听说先生道行高深，不知先生是否已经将之除掉了？那不过是一缕残魂执念，若非心中有愧，不必拒之。宋由当初一眼就看出那女子阴魂并未害过人，也缺乏害人的本事。上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罗捕头才向他说起，这女子原是青楼歌女，后嫁给了唐家长子，她的夫婿就是面前这位唐官人的兄长，两人恩爱极了，一时传为美谈。不过后来北边打仗，唐家长子随一位熟知的将军从军而去，想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却没几年就断了联系。女子独守空闺，思念郎君，逐渐抑郁，不久便与世长辞。先生可有法将之除去？宋由并不回答，只看着他摇头。罢了，这几年想尽办法，我也认了。
就让他留在这里吧。先生，这便告辞。预祝新年如意，也祝先生新年吉祥。宋由在院中又坐了会儿，待得天色将晚了，要开始做饭了。踩着板凳，从梁上解下腊肉一条，腊肠一节，又取了一条风干鱼，烧热水仔细洗净。道士，今天怎么不吃草了？过年是哦。三花娘娘帮我烧火吧。灰烟袅袅，万家灯火，城中每门每户都点了灯笼，外头又传来了吹吹打打声，院子里也渐渐有香气出来。煮好香肠，宋由耐心把它切成薄片。余光瞄见灶前烧火的女童，伸长脖子，眼巴巴盯着，手上动作一顿，心中亦有所触动，于是露出微笑。切到香肠只留下屁股后边的一小节时，便不再切了，捏起递给他。给我的嘛。是的。还没开饭呢。小孩可以先吃。三花娘娘知道吗？以前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大人忙着切菜，我就总爱围在旁边，大人切着切着，就总会留下一块来递给我们，我总觉得那味道比第二天中午桌上的更好吃一些。宋由好像也没期待他的回答，只是陷于回想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真是快乐幸福极了。桌上一碗腊肠，一碗蒜苗炒的腊肉，一碗腊鱼，今早买的猪脚炖了半锅汤，算不得丰盛，但其实已经吃不完了。一大一小两人隔灯对坐，油灯的火光只能照亮很窄的一片区域。没过多久，外头开始放烟花，不觉在这世上又多一年。师傅，那伏龙关究竟是何处仙山？那宋道长又是哪方高人？我以前都没听说过，怎的见了公主连道爷也不叫一声？伏龙关是隐士洞府，你没听说过很正常。不过我们福清宫有幸与之结缘，对伏龙关却是很了解的。为什么叫伏龙关？曾有仙人降伏过龙不成？所谓伏龙关，非是降伏，而是卧伏、蛰伏之意。不是曾有仙人在此降服过龙，而是比喻关中之人好比伏龙。伏龙隐居则天下不知，伏龙出山则天下无人能及。这伏龙关代代单传，谁也不知传了多少年，不仅从未断过，而且真当对得起这名字。每一代关主皆如天下龙凤，难有人及。宋道长就是这一代的传人。只有一个人吗？一般是师徒2人。好少。现在的伏龙关关主多行道人，好比人仙，难怪他叫公主道兄。三花娘娘早。道士早。三花娘娘去哪了？三花娘娘去吃早饭了，看你坐着没动，定是在修炼，就没有叫你。道行，今日天气不错，不如我们去山顶赏云，如何？饭后爬山，青石板上早有人迹。两人对这青城山再了解不过了，边走边为宋由介绍山中宫观。据说山上大小宫观56座，这极少数里边，大多数又只是传承一些知识经验，有法术传承的也多是些简单法术。几十年前的福清宫就是这样，在这青城山上不俗也不起眼。后来与伏龙关结了缘，这才有了如今公认有真传承有真高人的福清宫。今日天气果然不错，不过青城山并不算太高，若非山下大雾。道兄，你听说过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这句诗吗？听说过。这种仙山，世间可真有？没有见过。多行道爷走遍天下，有见过吗？应该没有。如此的话，便只是传闻了。穿着道袍的姑娘有些失望，好似心中梦里的仙气少了几分。宋由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道兄真是惬意，是有些困了。我和师妹去寻些果子来，咱们在这坐到黄昏，看完日落再回去。道兄既已倦了，在此等着即可。两人便去寻果子去。果子还没找到，倒是见到远方山腰红光闪耀，升起滚滚浓烟，冲天如龙，起火了！应风道长惊呼一声。昨日清晨才下的雨，此时竟起了山火。然而火借风势，才眨眼的功夫，便已蔓延开来，倒有默契。转头一看，宋道兄已站了起来，如他们一样凝视山火，却一点不慌张。宋由挥手打出白星，白星划过长空，落落日中。山火就如受了刺激一样，顿时收缩，眨眼就已消失不见。两人一时屏住了呼吸，
惊为天人。此后一下午，两人都毕恭毕敬，比在师傅公主面前还要乖巧几分。一直待到黄昏后，三人方才下山，只是回了道观，各自师傅问起他们相处如何，可有了交情，他们却都不知如何言说，只觉这宋道友比从师傅口中听到的几10年前初下山的上任伏龙关主道恒还要高深不少。晚间吃过晚饭，宋游便已掏出自己准备好的书信。道兄，我还有一事所托，出来已过了1季，写了封信，想请道兄明年春天捎带回去。原来如此。房中油灯摇晃，灯芯焦红，三花娘娘在木桌上踱步，也不知走个什么。道士，你今天修炼的时候好冷。因为汲取的是东藏灵韵，有静气。那是什么？说来话长。你这个修得快吗？有人快，有人慢，即使是我，也有时快有时慢。原先在道观修行便中规中矩，下山之后天地开阔，便一日千里。为什么？说来玄妙，不过三花娘娘是妖非人，无需学习这些，只需照常吐纳即可。知道了。宋游露出微笑，也许是两世为人，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已越来越不喜欢复杂的东西，越来越喜欢简单的事物，觉得和三花娘娘说话更轻松有趣，哪怕说的话毫无营养。三花娘娘，我们后天回去怎么样？你决定就可以了。你我既结伴而行，这么大的事，还是要和三花娘娘商量一下。明天要去帮人家解答一下道法疑难，这是别人招待我们几天的回报。那就后天。次日清晨，宋游只为道掌门解了疑难，晚上便向光华子表明了明日就将回城的想法。任众人挽留，他也毫不动摇。又过一日，宋游清早摸黑下山，从凌晨走到黄昏，夕阳西下时已离异都不远。宋游想了想，此时已然入冬，夜里借宿寒冷，不如趁月光再走一程，于是一口气走回驿都。院中又有敲门声响，宋游开门一看，外头是罗捕头。见过先生。班头不冷吗？习武之人又走动不停，不冷。快请进。我家七弟游手好闲，最近又迷上了钓鱼，今日去钓了半天，回来的时候冷得直打摆子，却只钓了这么条小鱼，还没有2指宽，竟敢说拿回来我们煮汤喝。哈哈，我干脆拿来献给三花娘娘。有心了。原本他来小院拜访先生是不会给三花娘娘带礼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天，他来找先生求问言鬼之事，忽然见到先生院中多了一名粉雕玉琢的小女童，时能见到猫，有时能见女童。再联想起三花娘娘平日里的神韵举动，他便也渐渐明白怎么回事了。先生，过几日就是岳王庙的庙会了。过几日？过3日，初3。已经是腊月了。现在岳王庙那边已经有很多人到了，不过还是要初3过后才最热闹。先生可有什么想买的？这庙是鱼龙混杂，可需要在下为先生当个向导，在下手下还有一群人，可给先生做个苦力。到时看看再说。先生若有需要，来敲门就是。那便先行谢过班头。先生客气了。又聊了一会儿，才将罗捕头送走。庙会又叫庙市，是香客祭拜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型购物节。岳王庙的庙会就是一周影响力最大的庙会。之所以定在腊月初3这一天，是因为腊月初3是传闻中岳王神君的诞辰。道士，庙会很好玩吗？不知道，希望有趣。你好像很喜欢庙会。很热闹呢。庙会上有很多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像是会把戏的奇人、奇花异草、珍禽异兽。我们不仅可以去看几天的热闹，还可以买到很多好吃。再买匹马骡。买马？是啊。我们买一匹马。买一匹马，也可能是一匹骡子，以后才好游历天下。腊月初3，三花猫很早就站到了宋游的床头，对着他那一张脸看了很久，见他没有要醒的样子。道士，道士，道士。三花娘娘，你干嘛？看你怎么样了。我只是睡着了。快起来，去逛庙会了。不急不急，早点去，不然马都被人买完了。那就算了。快点起来，快点快点。宋游只好起床，穿衣洗漱，才花了1刻钟的样子。三花娘娘是变成猫的样子出去，还是变成人的样子出去？你说呢？庙是人多，猫太小了，恐怕会容易踩到三花娘娘。三花娘娘若化成人形，便可与我同行；若用猫的样子出去，便只好由我抱着三花娘娘去逛了。化成人形，请去你屋。
道士，给我找衣服。折腾一番，终于出门。岳王庙在东城，要走一段，正好走远一点，找家没吃过的店吃个早饭。接着在三花娘娘的紧盯式催促下，往东城走去。越往岳王庙走，人气就越重。在这年头，祭祀是天大的事，少有事能比祭祀更重要了。宋由便偶然遇上了来赶庙会的于知州，只是他没有上前招呼，而是如其他民众一样停下脚步，看着于知州和他的从人们远去。那是知州大人，还能有谁？知州大人的仪仗就这么点人，今年这是怎么了？去年可都牵了半里地那么长。谁知道呢？宋由听着只露出微笑，让过知州一丈，再往前几步就能看见岳王庙了。人还没到，已先听见了吆喝声。走江湖闯江湖，卖钱不卖钱，摊子先扯远，大家走过赏个脸，光是看不出钱。途经宝地，怀里无钱，肚皮乱叫，先来卖点草草药，账登高，10个人去采，9儿把命消。宋由跟其他百姓一样，忍不住在原地驻足，听着那顺口溜一般诙谐幽默的吆喝声，嘴边露出笑意。三花娘娘跟紧我，在哪里买马？不知道，先找找。一大一小2道身影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走，这一路真是开了眼界，有耍杂技的，有耍猴的，有玩神仙锁的，有喷火的。起初喝油喷火只让大家觉得热闹，给庙会的热闹又添了一分热闹，可很快围观者便发现不止如此，那人嘴中的油早就喷干净了，但只消他凑在火把前大喷一口气，便又是火焰如龙。众人这才明白那是真本事，于是满地铜子儿叮当。有变戏法的，宋由每到一处都会驻足片刻，而三花娘娘起初还心心念念着买马，渐渐也被这些戏法吸引，只乖巧跟在宋由身边，睁大了他的眼睛，盯着这些热闹看。看完刚准备走，宋由忽觉异样，伸手往怀里一摸，那半吊子钱还在，可2块官银竟是不翼而飞。宋由又转回来，看向那仍在变戏法、表演搬运之术的中年人，再看周边，喝彩连连。即使旁边客栈上也有人往下丢钱，他没说什么，只在此稍事等候。逛了这么久，早已过了中午。这些耍把戏的、变戏法的江湖人一个接一个的停下，说要准备吃食，围观群众也逐渐散去。宋由这才走向那名江湖艺人，足下餐食丰盛。看官找咱何事？咱们要吃完饭才会开场了。不是大事，就是方才在此处看足下戏法时，身上掉了些银子，不知足下看见了没有？看官掉了银子，该去报官才是。这庙会人多杂乱，难免有些贼人混迹其中。看官不会见咱会使些戏法，本真以为咱能将东西凭空变无不成，莫不是要诬陷咱们？在下只是见足下一手招来挥去之法，虽不算出神入化，却也是登峰造极了，比在下造诣高深许多，所以前来请问一下。江湖艺人顿时神色一凝，其实变戏法的时候，他并未用招来挥去之法，而是纯粹的手上功夫，但他此时也没辩解否认。敢问阁下来路？在下阴阳山伏龙关，宋由。原来是魏道爷，失敬。不敢。道爷所失财物几何？20两官银。江湖艺人立马转身对身边人挥手，既没有大方承认财物为自己所盗，也没有再否认，只让手下人拿钱。2块束腰蜂窝银，不是丢的那2块，数目却是对上的。宋由掂量了2下，将之收起。只能说江湖中人善恶难讲，但多少都有些讲究。多谢。多有得罪。不过在下还有疑问，足下既有此本事，为何做这行当呢？道爷说笑了，这招来挥去之术本就是江湖戏法生变而来。再说这年头，我们就这一样本事，除了这一行，还有更来钱的行当吗？还是道爷觉得装作个高人大师去骗那些贵人，比这更光彩更轻松？有理。咱们也有咱们的规矩，咱们只取官银，不取铜钱碎银。若被高人看穿，或是有人有所猜测，但凡能找到咱们面前报上个来入的，一概退回。原来如此。宋由不由得想了想，大验官银10两起注，只取官银，不取铜钱碎银，一方面是方便携带，一方面也可以由面值来排除掉穷苦人家，是一种劫富济贫的心态。足下就不怕官府盘查吗？道爷莫不是在与咱说笑？我是好奇，足下变的就是这类戏法，若遇上有经验的捕头，出了这档子事，恐怕会第一个怀疑足下吧。
倒也被自己的琐事困住了。在多数人眼里，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手法罢了。就算知晓其中有鬼，又有几人能想到隔空取物呢？就算有人能反应得过来，我们早已离去。原来如此，多谢指教。道爷可还有事？那便告辞了。道爷可不敢报官。这汉子很生动地告知了他不要被琐事困住。这汉子又是个讲究的人，宋由虽不是江湖人，却也愿意陪他讲究一回。这次就不报官了，只是讲究归讲究，也不能化黑为白，混淆了是非。道士，你刚才在和那个人说什么？他偷了我的钱，我已经找他要回来了。找了一圈，终于找到骡马市。宋由不是个会相马的，但他也有他的挑选方法，只是他也没打算今天就买。这年头买一匹马好比买车，骡子也便宜不到哪去，即使是大户人家也要慎重一些的，草率不得。三花娘娘的眼睛早已被路边那些大马大骡所吸引，就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宋由只好拉住他的手。宋由选了一圈，实在没选到中意的。我们还不买吗？没有中意。三花娘娘叫你早点起来吧。是我错了。宋由打算再看2天，实在挑选不到合适，就买一匹小毛驴，牵着毛驴游历天下，想着也是美滋滋的。逛了一天的庙会，怎么能不去岳王庙给烧炷香呢？正好此时人也少了，宋由便带着三花娘娘往庙子走去。一大一小跨进神庙，里头一位神君，虎背熊腰，七彩神衣，一脸正气。神君在啊！宋由摸摸三花娘娘的头，上前施礼，算是见过，随即点香敬上。神君既在此处，不知可有见到外边宵小为非作贼？斗胆了！出庙没走一步，天色都更晚1分。一大一小行至天水巷院前，却发现门口已有2人等候。2人穿着厚厚的道衣，手里牵着一匹马，正是福清宫的应风雨出云2位道长。2位道长怎到这来了？见过道兄。这是三花娘娘。见过三花娘娘。师祖知晓道兄要游历天下，又缺一骡马。今日岳王庙会开始，道兄必去寻买骡马。然而近来北方边境缺马，师祖猜测道兄多半选不到中意的骡马。正巧我们也要来赶庙市，买些东西，也与异都的道长们做些交流。又正巧宫里有位香客有些关系，师祖便让我们牵了一匹驽马来赠与道兄。不说供道兄启程，就是在漫漫长路上能为道兄分担些行囊负重也是好的。我们还一直担心呢，担心等我们寻到道兄，道兄已经买好了骡马，那样我们只能牵回去了。现在看来，温馨没有。宋由看着2人，而这马虽然体型也长得不高，其貌不扬，算不得高头大马。宋由站着不动，眼光闪烁，2人便是心中忐忑，便多谢了。道兄何必客气，深夜寒冷，快来屋中烤火。不多打扰了，我们出来已久，还是尽快回去为好。我宫以西城清霄关交好，长辈都寄住在清霄关，夜晚多贼人，再不回去，长辈该担心了。在这城中还请安静一些，得了空我便带你出去驰骋。这马好吗？当然好，小院条件简陋，没有马厩，便委屈阁下暂居于此。平日里莫要滋生，明天一早我便去买些草料来。今后山一程水一程，劳烦阁下与我同行，替我驮些行囊，我也必不亏待于你。次日清晨，宋由睁眼起床时，外头已有说话声，推门而出，只见罗捕头站在竹林里边。先生可回来了？回来了。班头还没下班，又有个悬乎的案子来找先生请教。今日衙门接到许多贵人报案，说是银子莫名失窃，大多都是在看戏法把戏期间失窃的。要说这庙事本就乱，有些小毛贼混迹其中也是常事。可奇怪的是，这些人身上只丢了整银、碎银和铜板一点不少，还有些人裹得很严实，甚至有官人坐轿出行，所有钱财都放在轿中箱子里，却仍旧有银子不见了，并且只有整银不见了。班头可有怀疑？这些江湖把戏人中，不乏手脚不干净的，也不乏有些奇异本事的。罗某怀疑是那些江湖把戏人流窜作案，其中有一伙人玩的是三仙归洞、凭空变物的戏法。不仅与此沾边，而且报案的贵人中，多数失窃都集中在看此戏法期间。想请问先生，这世上是否有类似可以隔空窃银的手段？有种法术，为招来挥去之法，学起来条件苛刻，
民间流传不多，但习至高深，便可隔空取物，不为主人所觉，亦可令其凭空消失。就算如此，可此种手段难以捉摸，律法又严，若找不到证据，我们随便拿人，恐怕也麻烦。这类法术，若施术者有千里取物的本事，不说千里取物，就是百里10里取物，哪怕1里取物，也用不着来变戏法了。既然银钱是从身边人身上取走的，就算放，也放不了多余。多谢先生，这便告辞。几日后的清晨，你家也有马吗？我家没马，不过衙门有马，要用的时候去取就是。多吗？只说县衙的话，不多，不过驿站马多，若有急用，根据情况也能临时抽用。先生醒了。班头早。今早是来与先生报喜讯的，是在下来的早了，先生还没起，本打算等到中午再来与先生报讯的。不过先生的童儿非请在下进来看先生买的马，在下便厚着脸皮先进来等先生了。是别人给的，是青城山福清宫的道友相赠，我们世代交好，昨夜才送来，实在不好拒绝，只得厚颜收下。原来如此，这北原马是好马，此马血统也正，就是似乎有些先天不良，才长得矮小，足够我们用了。班头说的喜讯，可是昨日盗窃的贼人捉住了。多亏先生，昨日晚间得了先生指引，分为2路，一路去捉那江湖把戏人，一路去盘查附近可以葬人容人的地方。那时虽然庙会夜市还未散场，可那伙人已经收拾准备跑路了，眼见的众捕役就要扑一个空。这时奇妙的事发生了，东来晴夜霹雳，硬是将大伙立刻发了死。我到的时候人赃俱获，抓到就好。不负先生，在下还要审问那伙贼人，就不打扰先生洗漱了。班头慢走。时间过得很快，寒冬腊月，家家户户都开始挂上的红色的灯笼。马上就是宋由来到这个世界后过的第一个人的春节了。腊梅开得久，到了除夕这天，花都还在迎霜傲雪，凌寒独立。我们要走了吗？都说了，三花娘娘不要在化成人形的时候爬上房顶行走，会被人认成是妖怪。三花娘娘就是妖怪，会影响邻居。这边房子里没有人，这不礼貌。好吧，好吧，我们要走了吗？立春后就走。立春是多久？还有几天。为什么要立春？立春是一年之始，生气旺盛，万物复苏，是开启一段旅程的好时候。听不懂。快下来。给我拿梯子来。你明明可以跳下来。会被人认成是妖怪。宋由去给他搬了梯子来，而他环顾这间屋子，难免有些不舍。那我们这几天做什么？要请屋主来验房。什么是验房？就是这是别人的房子，另给我们住，所以我们还给人家时，要请人家来看看有没有把房子弄坏。验了房呢？要去和说书先生道别。还有呢？过年。三花娘娘知道过年。此次启程，就离家越来越远。我不知道什么是家。初4就是立春了。初5院子刚好租满6个月。宋由想了想，没有大年初1请人来验房的道理。初2按一周习俗，又要去上坟，给逝去的老人拜年，之后还要回娘家走亲访友，干脆今日就去请屋主过来。大约1个时辰后，屋主就到了。先生，一切妥当。那我初5就走。唐某还有一事求问先生。请说。先前这院子里有些不太干净，在下听说先生道行高深，不知先生是否已经将之除掉了？那不过是一缕残魂执念，若非心中有愧，不必拒之。宋由当初一眼就看出那女子阴魂并未害过人，也缺乏害人的本事。上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罗捕头才向他说起，这女子原是青楼歌女，后嫁给了唐家长子，她的夫婿就是面前这位唐官人的兄长，两人恩爱极了，一时传为美谈。不过后来北边打仗，唐家长子随一位熟知的将军从军而去，想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却没几年就断了联系。女子独守空闺，思念郎君，逐渐抑郁，不久便与世长辞。先生可有法将之除去？宋由并不回答，只看着他摇头。罢了，这几年想尽办法，我也认了，就让他留在这里吧。先生，这便告辞。预祝新年如意。也祝先生新年吉祥。宋由在院中又坐了会儿，待得天色将晚了，要开始做饭了。踩着板凳，从梁上解下腊肉1条，腊肠1节，又取了1条风干鱼，烧热水仔细洗净。道士，今天怎么不吃草了？过年。是哦。
三花娘娘帮我烧火吧。炊烟袅袅，万家灯火，城中每门每户都点了灯笼，外头又传来了吹吹打打声，院子里也渐渐有香气出来。煮好香肠，宋由耐心把它切成薄片。余光瞄见灶前烧火的女童，伸长脖子，眼巴巴盯着，手上动作一顿，心中亦有所触动，于是露出微笑。切到香肠只留下屁股后边的一小截时，便不再切了，捏起递给他。给我的嘛。是的。还没开饭呢。小孩可以先吃。三花娘娘知道吗？以前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大人忙着切菜，我就总爱围在旁边，大人切着切着，就总会留下一块来递给我们，我总觉得那味道比第二天中午桌上的更好吃一些。宋由好像也没期待他的回答，只是陷于回想中。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真是快乐幸福极了。桌上一碗腊肠，一碗蒜苗炒的腊肉，一碗腊鱼，今早买的猪脚炖了半锅汤，算不得丰盛，但其实已经吃不完了。一大一小两人隔灯对坐，油灯的火光只能照亮很窄的一片区域。没过多久，外头开始放烟花，不觉在这世上又多一年。